灵力复苏，万物可修道成仙。这个叫叶天的顶级牛马离回到农村，带领全村一起修仙，只有一步之遥。叶天躲在公司楼道角落的消防门后面，偷偷接通视频电话。手机屏幕里，爷爷叶璇一副老年修士模样，须发皆白，正盘坐着倒立修炼。叶天小心翼翼探出门口看了一眼，生怕被人发现。爷爷这么急找我干什么？我还在公司加班呢。哼，整天加班能有什么出息？如今灵力复苏，万物可修道成仙，当然是叫你回来修炼了。爷爷你老年痴呆又犯了。哼，闭嘴！你才是痴呆，你全家都痴呆。加班只能让你成为牛马，回来修炼可是能成仙的。修仙有人给我钱吗？爷爷你忘了，乐乐怀孕了，我马上要当爸爸了，我彩礼还没攒够呢，怎么可能跟你搞这些有的没的？你小子被红尘牵绊，成不了大器。我是天选打工人，任何人不能阻止我打工。谁呀？林乐乐和乔松成走来，乔松一把推开门，将躲在门后打完电话准备出来的叶天挤在门板后。林乐乐，你把我当纯舔狗是吧？叶天，你打扰我们兴致，还不回去工作？女神留不住，当心工作也保不住。就是忍，工作的人，加班的人，我现在就辞职，回家修仙。修仙？你以为这是小说吗？这个牛马打工打疯了，是不能要了。哼！叶天回到农村老家，站在老宅大门前，手机铃声不停地响。开了我还有脸找我做梦？我回来了，爷爷，不是让我回来修仙吗？人呢？你终于回来了，爷爷。大孙子，你终于回来了，你还不是要听你爷爷的，乖乖的回来修仙？小屁孩在我面前装什么大尾巴狼？你喊谁孙子呢？就是老子，你爷爷叶璇，老子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喂大，你还敢跟你爷爷动手？这的确是我爷爷的口气，难道你是我爷爷？我爷爷屁股上有什么？哼，有一块胎记。你真是我爷爷？你怎么变成小屁孩了？这就是修仙的妙处，修炼至一定境界，有一次可以重修身体的机会。你爷爷我返老还童了。我靠，真能修仙啊！修仙修得好，不仅能返老还童，还能长生不老呢。爷爷，那你岂不是真成了老不死的了？有这么说你爷爷的吗？你就说学不学吧，不学就快滚回去做牛马。当牛马是不可能当牛马了，这辈子都不可能当牛马了。爷爷，修仙真的这么好？爷爷骗你干什么？修仙的好处可不止这一点。来，大孙子，爷爷，我这就教你修仙。嘿！拿天地灵气吐自身浊气。今天爷爷就传授你修仙之术，太阳真经，你好好吸收感悟。嘿！闻言，叶天用心感悟。随着时间推移，周围灵气缓缓向叶天汇聚。如今灵气复苏，修仙者遍地，这太平村就坐落在阵眼之上，乃天下灵气最充沛之处，修行一日可抵得过修行100年。好强大的力量，我感觉身体被什么东西填满了。此时叶天浑身颤抖，口不能言，而站在他前面的叶璇背对着他，根本看不到他。爷爷，太多了，我要炸了，要炸了！你爷爷我修仙数年，如今终于可以飞升成仙了。飞升前唯一放心不下的，就只剩下乖孙子你了。爷爷，你再不回头，你孙子我就要先升天了。你现在踏入修仙之途，我也就放心走了。为何周围灵气瞬间减少，朝着某处集中了？好像有什么东西迅速汲取天地灵气，难道是我要死了？爷爷，不是你要死了，是我要死了啊！这灵气要把我撑死了。不对，还有一种可能，我只想让你吸收一点，
没想到你这身体也太贪心了，竟然想把这周围灵气吸干了。叶选手掐诀，施法阻止。叶天喘过气，身上金光大盛，头顶7朵金莲盛开。7朵金莲已是大罗金仙，老头子，我修炼几十年才达到的境界，他1天就达到了。这小子竟然是一个100万年无一的修炼天才啊！真没想到这修仙竟然这么简单啊！这里虽然灵气充沛，普通人也不能几天把自己练成大罗金仙啊！这小子真是个天才啊！简单，那是你爷爷教的好。现在你已感悟真经，我在人间已无牵挂。老头子，我是时候飞升了。叶璇身体悬空，浑身散发着金光，他低头慈祥地看着叶天，声音温和，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爷爷，你这要飞升了？爷爷这辈子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如今看你道途已成，爷爷总算能安心去了，好好修炼，爷爷在上界等你。叶璇身体越飞越高，声音从头顶传来。叶天，天地异变，如今灵气大量爆发，修仙者众多，世间将纷乱不断，普通人将再无自保之力。你一定帮扶村民筑基入仙途，共创修仙宗门，保护太平村。爷爷，你放心，我一定会帮助太平村人人修仙，个个脱凡。叶天在村里支起摊子宣传修仙，横幅醒目，但响应者基本没有。乡亲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参加修仙讲座，品幸福人生。听满10分钟送淬体丹，20分钟可送仙器，听满30分钟送鸡蛋。周围零零散散几个村民好奇地打量，不知道叶天在说什么东西。叶天哥哥，你这是要做什么？如今灵气暴涨，天下到处都是修行者，我今天办这个修仙讲座，就是想帮助大家修仙。听到这里，村民都一脸嫌弃，一个个转头离开。不是领鸡蛋啊！大爷婶子别走啊，听听真不亏。听闻此声，大家消失得更快，而叶天则一脸疑惑地搔着后脑勺。怎么大家都不感兴趣啊？叶天哥哥，你好久没回来了，不懂的，村里人只想种地干活，没人相信你能修仙的。对啊，我这属于底层逻辑错误，没能准确的描述用户画像，导致用户流失，得直击用户痛点啊。叶天哥哥，你说什么呢？老年人不愿意修炼，只想种地，那我就让大家躺平修仙，比种地都省近千百倍。摊子边，顾灵儿把大家伙集合在一起，大家面面相觑。张大妈指了指自己脑袋，和旁边的林大爷说话。我还以为老爷孙子去了大城市有出息了，没想到脑袋出了问题啊！我说什么来着？读书没用，走了。大家先别着急，听听叶天哥哥怎么说吧。你们快看！众人震惊抬头，只见叶天骑着3轮车腾云驾雾而来，一个刹车甩尾停在众人面前。车上除了各种各样的仙器，还有一个大锅，丹药和爆米花一样，一颗一颗从锅里蹦出来。看我带来了什么！我去，真能修仙啊！村民在顾灵儿的组织下排队，叶天开始分发丹药，用实际效果说服村民。这修仙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强健体魄，百病不侵，力气更是大大提升。90岁的老大爷都能比别人多离2里地。众人看着黑乎乎的丹药直皱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吃。这东西真能吃吗？说的跟那些保健品一样。这叶天在外面，该不会是搞传销的吧？我相信叶天哥哥，他说可以，那肯定就可以。说完，顾灵儿带头吞下丹药，身上一道金光闪过，整个人都变得闪闪发光。我怎么感觉身体轻了好多？真管用，那我也尝尝试试。张翠花咽下丹药，一股金光出现，整个人也变得闪闪发光。她晃晃胳膊腿，一脸惊叹：呀，我感觉我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浑身充满力量，感觉可以离10亩地。这修仙好处这么大。你这药还能治病啊？当然了，修仙妙处无穷，不只能强身健体，百病不侵。这几颗金丹下去，他们进入金丹期不成问题。再配合爷爷传授给我的功法，几天之内我就能培养出大成高手。听闻此言，村民们蜂拥而至，哄抢着拿丹药。叶天瞬间被淹没。给我留点，我也要修仙。别急，都有啊。此时林经理急得团团转，不停地接打电话。林乐乐性感地坐在办公桌上，而乔松成一脸便秘地敲着桌子。乔总，没有叶天解决问题，现在咱们公司股价已经大跌，恐怕要赔几个亿啊！要不
还是把叶公请回来吧。难道真得把他请回来吗？宝贝，展现你魅力的时候到了，还不快给那小子打打语音？哼，叶天那个舔狗，我还不是稍微回应他一下，就屁颠屁颠滚回来，我就不信他真能修什么仙。我这就给他打电话。电话接通，林乐乐清了清嗓子，还没说话，叶天声音就从里面传来：“哟，这不是林乐乐，这么闲，难道公司已经倒闭了？”哼，叶天，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现在滚回公司，我还能保住你的职位。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打到最后只能成牛马，照样是社会底层。我在家带着全村人开宗立派，创建宗门，开始修仙，那可就是一宗之主。说罢，叶天举着手机向乔宗成和林乐乐展示村里的盛况，他身边都是全是浑身金光闪闪的村民，排排座围着叶天。叶天，我还以为你离开了公司，真能大展宏图呢，没想到回农村搞起来传销了，笑死人了。叶天，我现在给你个机会，你现在认错，然后赶紧滚回来乖乖上班，公司里还能给你留下一个位置。我这么个垃圾都能解决的事，乔总难道找不到一个能处理的人？岂不是垃圾都不如？你什么你呀，乔总，你这种实力就别开公司了，不如拜我为师学习修仙啊！毕竟我一人得道了，你们两个也能鸡犬升天啊！你骂我们是鸡狗？我可没这么说啊，是你们非要对号入座。叶天，你以为你在乡下修仙能有什么出息？我告诉你，乔家也是背靠大宗青云门，里面修者无数，还有数位已经达到大成巅峰，像你这种刚开始修炼的废物，弹指可灭。什么？除了我爷爷，这世上还有人修仙？你一个修仙家族不去修仙，过来做老板，一定是他诓我的。不是我瞧不起你们，什么宗门，什么大成高手，垃圾。乔宗成脸气成猪肝色，半天说不出话来，许久才反应过来，你竟然还敢嘲讽青云门？叶天，你刚入仙门，不知道青云山的底蕴，我不怪你。你现在跪下求饶，说不定青云门宗主还能饶你一命。我可不是瞧不起青云门。哼，怂包，这就低头认错了。我是平等的，瞧不起所有修仙宗门，包括并不限于青云门。仙门百宗，在我躺平宗面前都是垃圾。狂妄！乔宗成和林乐乐被叶天的态度气得肺都快炸了。狂妄！狂妄！叶天个废物，不就是刚入仙门就敢这么嚣张？我还想给他个打工的机会，他还不识好歹，那就别怪我了。乐乐，我们这就前往青云山，请仙人下山，除了叶天这个孽障。而在另一边，顾灵儿则一脸担忧地看着叶天。叶天哥哥，你刚刚这么凶，难道不担心他们来找茬？叶天闻言，扫一眼周围头顶浮现金莲的村民，嘴角一笑，信心十足。先不说他家是不是真的也修仙，就算是真的，他们敢来，我就能让他们有来无回。乔宗成和林乐乐看着车停在青云山山门外，自以为很帅气的携手下车，一把剑破空而来，精准地插在两人跟前，把林乐乐吓得花容失色。而青云宗大师兄断水流仙气飘飘地踏空而来，单脚站在剑柄上，双手抱臂，傲居地看着两人。好大的威呀！放心，我能搞定。乔宗成昂首阔步向前走，靠近断水流后，窝囊地点头哈腰，给断水流再见。大师兄，通融通融，我可都已经给青云山捐了4000万的香火，怎么连祖师一面都见不了啊？哼，我师尊是什么人物？你这种人也配和他见面？4000万不过是个敲门砖罢了，能让你这种凡人入我仙门一关，已是恩赐了，还想打扰我师尊修行？大师兄，我们也不想啊，实在是那叶天太过狂妄，您可要给我们做主啊！他欺负我们也就算了，仗着自己刚入仙门，成立了一个什么躺平宗，竟然不知天高地厚，还敢诋毁你们青云门，说你们都是一群给他提鞋都不配的垃圾罢了。一个刚入仙门的小辈罢了，刚入仙途就敢如此狂妄，区区一个躺平宗，用不着我师尊出手，我这就下山替你荡平太平村躺平宗。村民刘长远拄着拐杖拦住了正巡视村民修仙的叶天，叶天停下，对着刘长远点头。你有什么事？宗主，你说修仙效果这么好，包治百病，那俺家那猪老是不吃饭，你能不能治啊？
叶天摸着下巴陷入了沉思。我爷爷只教我修仙了，也没教我治病啊，要不试试？这还不简单，带我去看看。村民在猪圈附近围观，叶天检查母猪，刘长远一脸担心地看着猪。好几天不吃不喝了，这都瘦得皮包骨头了。宗主，你真的有法子吗？我这些金丹药丸，人吃了都能治疗顽疾、洗骨伐髓，给猪治个病，肯定不成问题吧？叶天随手将药丸撒了一地，猪嗅了嗅，吃了一颗，而猪吃了丹药，没有任何变化。村民一脸失望。能不能治啊？这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区别啊。我就说修仙也没什么用，炼那么多丹，连猪的病都治不了。散了吧，散了吧，我看他也治不好。你修这仙，还不如村子里的兽医呢。村民则围在一起议论纷纷。就在此时，顾灵儿忽然指向那只猪，一脸的惊讶：“你们快看，叶天哥哥的丹药有效果！快看！”只见猪身上金光四射，脚下踩着祥云，慢慢飘起。俺老猪要成仙了，成仙了！俺老猪要飞升了，哈哈哈哈！飞升了！众人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仰头看着猪慢慢飞起。叶天一脸惊讶：“完了，要下猛了，母猪都会飞了！”母猪越飞越高，刘长远则跪在地上，心疼自家就要损失的母猪。我的猪，我的母猪啊！此时，顾灵儿踩着祥云飞起，追上母猪，抄起铁锹狠狠拍下，猪僵直的掉了下来。我去！哼，好不容易养肥的猪，差点就跑了，哎，吓我一跳！叶天哥哥，你也太厉害了！叶天伸着脖子，上下打量顾灵儿玲珑有致的身材，咽了口唾沫。这猪都要飞升了，最起码也是化神境界了。灵儿竟然拿个凡器就能把化神高手给打晕了，这才是真可怕啊！还有这些人，这里灵气充沛，时间长了，这群人究竟会成为怎么样的妖孽啊？没想到修仙这么有用，还能给牛羊猪狗治病。宗主，都别急，都别急，你们个个都是我躺平宗的人。我叶天一定会帮助太平村村民个个修仙，人人脱凡。为了纪念大家今日进入我躺平宗，我今天就再送各位一人一个仙器。哎，叶天哥哥，仙器是什么啊？仙器能增进你们修为，使大家修炼更简单，攻击力更强。此乃降魔塔，要妖邪不可近身，可将人困在塔内，一击九幽寒冰现世，能使人化作齑粉，两击三昧真火喷涌，能将人化作飞灰。此乃降魔杵，能消除自身一切污秽，除愚痴妄想，可以清鬼除魔，净化灾病。这看上去也没什么用啊，能种地吗？对啊，也不太方便。果然修仙也得抓住用户痛点，不然后续关注率肯定下降。没关系，我这儿还有全自动化耕地农具。叶天哥哥，这不就是锄头吗？哼，这可不是简单的锄头，此乃道器，一天能自动锄60亩地，只需消耗一点点灵气。我要！别急，别急，都有，我这就给大家祭炼别的道器。叶天，我数3个数，你速速滚出来受死，否则我青云仙门今日便屠尽太平村，鸡犬不留。叶天，你当初在公司里就是个废物，如今还躲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做缩头乌龟，真是没出息。叶天，你现在跪着出来道歉，我还赏你一口饭吃，否则大师兄一出手，你这破孙子连块整瓦都别想留下。这就是太平村啊？是吧？哼，一群乡下人投机取巧的小把戏罢了。修仙者个个都能施展，你就是被这种乡下的废物欺负了，真是窝囊。此地灵气充沛，必须归我们青云宗所有。至于这些村民，杀了便是。大师兄教训的对，叶天那个蠢货一直说青云宗是垃圾，你可不能放过他啊！你们是？哼，一群没开智的乡下人还想修仙？不错，越来越熟练了。叶天哥哥，这就是你给大家祭炼的仙器？这开天辟地9尺钉耙，一耙子下去能使山石碎裂，这轻轻一挥，里百10亩地不在话下。这9天芭蕉扇，一扇分阴阳，阴山能扇出9幽寒气，
阳扇能扇出三昧真火，控制力度，还能冬暖夏凉，这才是适合乡亲们修行的仙气啊！宗主不好了，刘爷爷跟别人打起来了。怎么会这样？糟了，是青云宗，快过去，不然就来不及了。叶天赶到村口，却发现刘长远轻松应对断水流的攻击，断水流的剑光伤不了刘长远分毫。断水流十分震惊，这怎么可能？我刚刚可是用了3分力，竟然会被一个半截身体都入土了的老头给挡住了。他到底是什么人？啥？说的我好像使了全力似的。再不推开，小心我让你血洒当场！哟呵，小兔崽子，这么和你爷爷我说话，你哪个班的？宗服也不穿，修仙课也不听，你给我站直了！这是躺平宗上课时间，你知不知道？好好修仙，天天向上，你知不知道？无组织无纪律的，你们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这青云宗也不怎么样啊！够了！果然是穷山恶水出刁民，你还装傻充愣！老头，别以为你年纪大了，我就会手下留情。这男的看起来最起码都是金丹高手，没想到在刘爷爷手里一点好处都讨不到啊！一眼就看出他是金丹境界，灵儿修为也不低了啊！果然，我躺平宗这样的风水宝地培育出来的，个个都是怪物啊！受死吧，温园长！你没吃饭啊？就这么点力气？这怎么可能？这可是我5成的功力，这老头竟然毫发无损。这太平村里到底都是什么怪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大师兄根本没使出全力？哼，肯定是这样。大师兄，叶天那种废物开创的宗门，能有什么好东西？还不灭了他？你有本事，你去弄死！5成功力竟然连他的衣角都没碰到，我竟然看不出他实力深浅。这老头肯定不是一般人。你们来干什么？难道公司真的倒闭了，想来投奔我躺平宗？哼，叶天，这位就是青云宗的大师兄，还不跪地求饶？在公司里当牛做马，也只能做牛马。回乡修仙，我还能带领躺平宗成为天下第1大宗呢。你那垃圾公司只能拖我后腿而已。你就是叶天，这伙周身连灵气都没有的垃圾罢了。打不过那老头，难道还打不过你一个没有灵气的垃圾吗？小子，现在下跪道歉，我还能放过你们，否则我定血洗躺平宗。把你刚刚的话再说一遍。就你连我宗门最差的一个修行者都打不过，还敢在我面前放肆？哼，刚才是我判断失误罢了，真用出全部实力，你们这些人在我手里难过3招。听见没有？叶天，你工作不行，回来休息也还是个废物。这太平村倒是个风水宝地，能让你们修为暴涨。不过，这和我们青云门数千年的底蕴相比不算什么。我劝你们赶紧滚出太平村，把村子留给我们修炼，我还能饶你们一命。果然是看上了我的地盘，那我就让你爬着出去。哼，你们别太过分，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太平村，你们竟然想把我们赶出去？你放心，他们得滚出去，但你能留下。你这体质特殊，最适合当炉鼎，与你双修定能迅速增长实力。我要是能够献给师尊，定是大功一件。你还惦记上我的人了，也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小子，给你活命的机会，你不要，待我激出我的本命灵气，再跪下求饶，可就来不及了。哟，这年头还有给自己送终的。小子，你还敢辱我？这混沌中可借天地灵力，下压1寸便重100万斤。叶天，我等着你被混沌中压制，化作一滩血水。好强大的压力，这就是本命灵气威力吗？叶天，现在后悔了吧？当初还不如老老实实的回公司修什么仙呢？现在害得自己小命都要丢了。本命灵气不应该很厉害吗？这怎么轻飘飘的，一点威力都没有？还敢说大话？大师兄，快！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这小子被碎尸万段了。还敢嘲讽我的本命灵气，你找死！
无知小子，我就让你看看会员中真正的威力，受死吧！谁生谁死还不一定吧？咦，还有余力吹牛？我看师傅小瞧你了。酸水流抬手，混沌中继续发出更大的嗡鸣响呀！叶天，你就等着变成肉泥吧。叶天，原本我还想着看在我们的关系上饶你一命，没想到你不识抬举，自寻死路，下地狱去吧。我看先下地狱的是你们吧。就这，我还以为你多厉害呢。切，叶天，你这种废物还妄想进入仙门修仙？在我本命灵气之下，你这点抵抗就如同蚍蜉撼树，就等着被万钧之力碾成肉泥吧。我的本命灵气呢？我的会员盘金锁呢？乾坤袋呢？我的法宝呢？我的丹药呢？我靠，我的腰带呢？叶天，你到底做了什么？叶天不是才修炼了10几天吗？怎么会有这种实力，还能夺走你的本命灵气？断水流，你不是说你是青云门的大徒弟吗？不是说是金丹修为吗？怎么连个废柴都搞不定，本命灵气还被人夺走？叶天，那本命灵气可是师尊所赐，你敢夺我法器，青云门必不会轻饶了你。刘长远和顾灵儿看着叶天跟前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头雾水。这丹药闻着怎么那么差劲，还不如俺孙子练的。我的固元丹，这就是那什么本命灵气，看起来怎么做工这么粗糙，不如我们的耙子呢。你要的话就还给你。我的本命灵气。咦，这都什么东西？给收破烂的估计都没人要。穷山恶水出刁民，出刁民。早就说了，太平村不欢迎你们，是你们非要来的。既然过来，那只能留下点买路财了。都是一群土匪，强盗。够了！既然你不识好歹，那就不能怪我了。3日后仙门百家行试炼大会，百宗都会参加。你们躺平宗今日挑衅我们青云门，试炼大会上就等着被灭宗吧。试炼大会，叶天哥哥，我们能打过他们吗？别忘了，我说过，我可不是针对青云宗，我是平等的针对仙门百宗。你们都是垃圾。你，我看你们青云门这种大宗出来的高手也不过如此，想必那些仙门百宗估计也是垃圾。既然你们想要挑战躺平宗，那我叶天应战。哼，好。到时候我师尊也会出手，我就不信你叶天一个才入宗门几天的菜鸡还能翻出天了。怎么一股人渣味？你干什么？这味儿太冲了！我的香奈儿裙子，叶天你个混蛋！叶天，就让你再得意几日，等到了试炼大会上，我要你灰飞烟灭。小云，你不要离开我啊！小云，现在没有你们怎么活呀，叶子！大师兄，等等我！就这，还有脸来丢人现眼？宗主，我们去吗？正好，也是时候看看村里人修仙这么久，修炼到什么程度了。去，为什么不去？叶天展开请柬，刘长远和小屁孩凑过来，到一起看请帖。刘长远眼冒金星，这啥呀？这是啊？啥？这写的啥？我不识字。说的好像我认识字一样。顾灵儿也接过来看，耐心的给刘长远和小孩读上面的内容。上面说邀请咱们躺平宗全宗才艺仙门试炼，试炼大会上刀剑无眼，生死无责，步步追将。叶天哥哥，这不像是邀请函，像是生死状啊！试炼大会上不会出事吧？哼，你放心，有我在，不会出事的。也是时候把咱们躺平宗发扬光大了。
太平村村口聚集了大量村民，举着旅游团的旗子。顾灵儿看了看叶天，有些担心的叹了口气：“叶天哥哥，今天就是试炼大会的日子了，咱们怎么过去啊？”就是啊，别人都是御剑飞行，我这也飞不起来啊！哼！哎，早知道当初就不让宗主祭炼耙子，咱也练个仙剑了。唉，这可怎么办呢？你就放心吧，我已经准备好了，咱们就坐车去。哎，坐车？这不是你爷爷收破烂的破三轮啊？没错，没时间解释了，大家赶紧上车吧。都坐稳了。我去，太快了。怎么回事？我的头忽然好凉。靠边停车！不行了，坐不下了。哎，我去，这是超载了多少人啊？还开这么快？这哪是开得快，就是飞得太低了呀。这就是试炼大会啊！就这。叶天哥哥，那边好像是报到登记的。宗主，俺们先去登记，您在这等着。这儿可是修仙者试炼大会，你们几个该不会是来找活的民工吧？怎么一股烦人的臭气？还不快滚！别脏了仙界的地方。俺们是躺平宗的，被邀请参加试炼大会的。躺平宗没听说过，别是哪来的垃圾宗门，想混进来偷东西的吧？一听名字就全是废柴，这样的垃圾宗门也想来参加试炼大会，怕是只会被打得跪地求饶吧？这儿可是修仙界，不是你们这些凡人来的地方，还不快滚！哎，他们这也太过分了！身为一宗代表，你们平时跟着师兄弟敷衍修炼就不说了，还敢以貌取人，敢对修仙前辈如此无礼，本宗的宗旨你们都忘了吗？整天就在这儿嘲讽别人，问问自己有没有给宗门带利益，反思一下自己，你们努力修炼了吗？你们奋斗了吗？你们为修仙修道付出全力了吗？干什么都不行，修仙半吊子水平，还不尊重同道，简直畜生不如！传出去，我这个宗主都为你们羞愧。若下次再犯，我必将尔等逐出宗门。你们宗主还真是严格啊！这不是你们宗主吗？我不认识他，他不是你宗主吗？那小子究竟是谁啊？嘿嘿，骂完了就是爽。叶天哥哥，你这样戏耍他们，待会大会上他们集体针对咱们怎么办？怕什么？几个小废物，我才不放在眼里。虽说我才带领村民修炼几天，但太平村灵力充沛，修炼一天可抵100年，想必他们几个已经超过大半仙门了吧？哟，叶天，你还真敢带着这群老弱病残刚成立的宗门来参加试炼大会啊？哼，乔松城、林乐乐，你们还真是阴魂不散。叶天，你还不知道吧？乔少已经被仙尊徐怀仁收为弟子，花费数亿买了淬体丹药，如今已经是金丹高手了。呦，都是金丹高手了，可真吓人啊！哼，这就是叶天，本师倒是平平无奇，竟然也能把你们这群人吓成这样，真是没出息。师尊教训的是，就这叶天创了一个什么躺平宗，就以为天下无敌了，还说我们青云宗是垃圾。师尊，您可要给我们主持公道啊！没错，就是这小子仗着所属村落灵气充沛，学了点小法术就无法无天，夺走了您赐给我的法器，可一定不能轻饶。什么躺平宗，从未听说过，不用老夫出手，以青云门的底蕴，随便一个修者灭掉他们，轻而易举。叶天，你以为你不回公司能对我有什么影响吗？那公司我乔家不要了，现在是修仙者的天下，我乔松城开始修仙，照样压你一头。原来这小子叫叶天啊！你小子刚刚还冒充宗主的名讳骗我们，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试炼大会上，我要这小子死在我手里，以解心头之恨。叶天哥哥，试炼大会还没有开始，你就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大会开始，一个须发皆白、仙气飘飘的长老走上台。试炼大会正式开始。则修仙界也有舔狗，祛魅了。这是各大宗门进入之时已经签署生死状，试炼大会之上可以各自挑选对手，直接挑战。
打斗时死生无论。似乎感到有阴恻恻的目光看过来。为什么我感觉身上一阵发毛？按照挑战圣姑对牌百宗进行宗排名，排名第一可被奉为百宗之首，号令百宗。师尊，太平村灵力充沛，只要我们赢了他们，驻扎太平村，修炼肯定事半功倍。听了断水流的话，众人哗然，交头接耳，各大宗门跃跃欲试。你脸怎么那么大啊？太平村是我们祖地，你居然还想要抢占？怎么不敢打？果然是一堆村逼，上不得台面。叶天冷笑着走上前，我就知道这老东西没安好心，果然是惦记上了太平村的充沛灵气。叶天，你不想接受挑战也可以，只要躺平宗上下都得自费修为，永世不得修仙，我就放过你们，如何？好恶毒啊！修仙时代降临，我们要是自费修为，还不是要任他们宰割？既然你们惦记我的太平村，那就别怪我图你们点什么了。哼，谁说我不想接受挑战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一个刚成立的宗门，还想挑战底蕴深厚的青云宗，死路一条。那又怎样？我躺平宗决定迎战，不过你们青云门还不配。叶天，你敢瞧不起青云门？我不是瞧不起你，我是瞧不起你们所有人。今日我叶天挑战仙门百宗，一起上吧！真是狂妄，还想以一己之力抵抗仙门百家，叶天，你配吗？哼，有没有这个能量，你很快就知道了。输了，我甘愿自费修为，让出洞天福地；赢了，我要你们也交出宗门掌印。你们敢吗？狂妄之极，就是你小子，刚才假冒宗主，耍我们一通。韩兄，咱们不怕他。韩威被张硕一击，果然忍不住做了出头鸟。我全天宗韩威应战，今天老子就给你点颜色瞧瞧。哼，就你们玄天宗是找不到高手了。我劝你还是换一个，我躺平宗水太深，你这种修为把握不住啊！不知死活，这可是玄天宗门的首席大弟子，修为已至化神巅峰，这次你们死定了。叶天，你也就趁现在还能得意一会儿，待会儿可就笑不出来了。原来是化神修为啊！不错，你现在跪地求饶还。那我只能派出我躺平宗修为最差的了，免得待会一击就让你神魂俱灭，化作飞灰了。太爷爷，你上吧。你说啥？太爷爷，轮到你上了。好。叶天，你敢瞧不起我？韩少，你这可误会我了。就你这种实力，连我们躺平宗灵宠阿黄都能轻易灭了你。我派出我太爷爷跟你对战，可是给足了你面子。哇，要打快打！隔壁村的王寡妇还等着俺去领扶贫鸡蛋了。老不死的，待我用这9天荡魔剑阵将你碾成齑粉，看你还能不能惦记那几颗破鸡蛋。啥？你说要请俺吃炖小鸡？现在年轻人真客气。老棺材瓤子，我要把你炼成剑魁。要借铁锹，早说嘛！俺这老寒腿走过来费劲嘞。你今天用不着其他人出手，我韩威一个人就要灭了你整个躺平宗。哎呦，我好怕啊！这么办？对啊，我也好怕。对，那你打得过我太爷爷再说吧。叶天啊叶天，狠还是你狠啊！没想到你竟然能把自己太爷爷送上台送死。一股子老人臭，这老头子待会儿该不会吓得拉在上面吧？对啊，韩师兄，快收起你的剑阵，别把这群乡巴佬吓尿了。还没开始比，你怎么知道输的一定是我们？也对，杀鸡焉用牛刀？那我就大发慈悲，给你们换个舒服的死法。此乃轮回塔，只要被吸进去，化神之下，3息之内灵力散尽，10息之内化作飞灰，你们死定了。轮回塔，这可是仙器啊！叶天，你死定了！咋还没开始呢？我都站累了。这些修仙的是不是光会动嘴皮子？什么仙器，我看都不如我这铁锤。哼！老东西还敢羞辱我，受死吧！待你被吸入轮回塔，我看你的嘴还有没有这么硬。铁锤对抗轮回塔，叶天，这就是你狂妄的代价。待会就等着给这老头收拾骨灰吧。带着一群老头老太太来参加失恋大会，我都怀疑这小子是故意杀人骗保的了。
我的轮回塔。这不可能，这可是仙器，寻常高手根本无法抗衡，怎么可能会轻而易举的被打败，还毁在一个老头子手里？什么破玩意儿，修脚都不好用。娃娃，你吃饭了吗？力气怎么这么小？你，士可杀不可辱。叶天，你还敢纵容手下羞辱金丹高手？我太爷爷说的都是实话了，你们连半截身体入了土的老人了都打不过，我看你们这仙也别修了。你还敢羞辱我？啧，这点羞辱你就受不了了？我看你们修仙不行，承受能力怎么也这么差了？狂妄，实在是太狂妄了！惹怒一个化神巅峰高手，这后果你们承受不住。叶天，我跟你拼了！受死吧！9天荡魔剑阵给我！头破了。唉，太慢了。还来？就完没完了？打铁还得自身硬，你呀不够硬。太爷爷扛着铁锤，颤颤巍巍走下台。30年没打铁了，宝刀未老。太爷爷身后，几个玄天宗的弟子灰溜溜的用丹架把喷血的韩威抬下场。林乐乐鼻青脸肿的回来，看到这种情况，十分惊讶。这怎么可能？这种诡谲的身法，一群乡巴佬怎么会有这样的身手？太平村这块地方，我要定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个种地的老头怎么可能这么厉害？叶天悠闲地接过顾灵儿递上来的痒痒挠，搔着后背，老神在在的回答：“早说了，你们不是对手，还不信？接下来还有谁敢挑战我躺平宗？”大家面面相觑，迟疑着不敢上前。怕了，早说了，在场各位都是垃圾。怎么，我们还怕你不成？林斌忍无可忍，站了。我来，我逍遥宗林斌挑战躺平宗，我就不信一群老头老太太还能比得过我炼虚高手。叶天看着林斌，不屑的嘲讽：“才炼虚境界，我劝你们还是找个高手吧。这种级别的废柴，在我躺平宗弟子手下，一招都过不了。”林斌咬牙切齿的走上台，对着叶天大骂：“口出狂言！一个才修炼不久的村子，能出什么高手？你现在给我磕头认输，再把村子让出来给我们，我们就饶你一命，如何？”叶天一摊手，讽刺的摇摇头：“说来说去，还不是看上了我们太平村这块地方。要我说，还是那句话，什么炼虚境界，什么仙气，都是垃圾。”林斌一挥手，青云剑自他背后飞出，发出龙吟般的嗡鸣，悬在林斌头顶，剑身后面仿佛还有龙的息影。小子，你还敢说大话？我倒要看看你们村里的烂锄头到底如何能比得上我的仙气青云剑！出！耿波慢悠悠从人堆里钻出来，锄头把上还挂着2片烂菜叶。耿波挠了挠屁股：“宗主，这次换我来。”林斌扫一眼破锄头，不屑冷笑，一挥手，青云剑变大了几倍，巨大的威压让人抬不起头。拿着锄头就妄图抵抗仙气，那我就让你体验一下什么是实力。叶天抬头看着悬空的大剑，不屑的冷笑：“哼，什么仙气，不过一堆破铜烂铁而已。”徐华元向前一步，挡在林斌前，高傲的给叶天介绍：“无自量力，林斌乃剑道高手，青云剑更是极品仙器，小辈中已经少有人能与之抗衡。靠一个刚入仙门的人拿着锄头就想抵抗，做梦！这种垃圾给我们村废品收购站都没人收，你还有脸拿到仙门大会上炫耀？”林斌狂妄大笑，身后的巨剑剑尖直指耿波：“还敢嘴硬，万剑归宗！”去！剑身上出现青色巨龙的虚影。巨剑带着破空之声向耿波袭去。不愧是青云剑，气势如虹，灵力异常。叶天，我等着看你怎么被碎尸万段！什么东西，怪晃眼的！耿波挥动锄头一挡，叮一声，青云剑碎成2半落地。看到这样的场面，众人大惊失色。这怎么可能？这可是仙气，怎么会败在一个锄头手里？就这东西还仙气！林斌连滚带爬的爬到断裂的青云剑跟前，鲜血从口中喷出，重若癫狂。你不可能！我苦练30年才达到了炼虚境界，怎么可能拿个锄头就轻而易举打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徐华元打量着耿波手里的锄头，摇头，一脸的疑惑不解。这怎么可能？难道本尊看走了眼？他手里面拿着的不是凡物，而是仙气之上的道气！张硕闻言，难以置信的大喊：“道气，灵气已经是世间少有，仙气更是万中无一。道气可是传说中的法器，
几百万年难得一见，他一个躺平宗竟然能拿出道器。叶天满意的点点头。这群人里面也就你有点眼光，我躺平宗别的没有，就这东西多，道器而已，是法器的极限，不是我躺平宗的极限。你们要是感兴趣，现在跪下喊我一声祖爷爷，说不定我还能收你们为徒，赏你们一人一个。听了叶天的话，徐华元暴跳如雷，被气得不住的咳嗽，指着叶天好久才说出一句话：狂妄，实在是狂妄！乔宗成也走上前，指着叶天大骂：叶天，你也就沾了道气的光，才能打得2个高手一个措手不及罢了。真论实力，你的那些宗门弟子根本不算什么。见两人的样子，叶天眼珠一转，故意大放厥词，挑起两人的怒火，指着乔宗成故意挑衅：你别打嘴炮，你要是觉得我们躺平宗都是垃圾，你只管上前挑战，我躺平宗奉陪到底。乔宗成显然没想到叶天会向他发起挑战，他只是花钱拜入了仙门，连最简单的剑诀都没学过，哪里敢应下叶天的挑战？他吓得脸色惨白，后退一步，支支吾吾地说道：我看出他的窘迫，顾灵儿也凑上来，配合着叶天对乔宗成发起挑战。就是啊，怎么我们能力这么差的宗门你都没胆量挑战不成？这么怂？乔宗成面露尴尬，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哼。这修仙者的事怎么能用胆量衡量呢？叶天大笑一声，继续嘲讽：乔总开个公司倒闭了，进入仙门不敢修炼，该不会是怕把整个青云门也输给我了吧？乔宗成被这句激怒，指着叶天破口大骂：叶天，我青云门底蕴深厚，你这种废物远远轮不到青云门出手。见乔宗成一副窝囊模样，气不过的张硕把乔宗成推到一边，大步走上台，扬声说道：我来，我就不相信他们躺平宗个个都是高手，个个都是神人，个个都有道气。乔宗成见张硕上台，兴奋地瞪大双眼，看着叶天的眼神也满是挑衅。叶天，这位可是西疆的蛊毒高手，在他的面前，你再多的小伎俩都没用，你就等着毒发身亡，被蛊虫操纵成一个行尸走肉吧。一听有虫子，顾灵儿害怕地躲在叶天身后。蛊毒？那他身上是不是有很多虫子？我最怕那个东西了。这般反应落在张硕眼里，张硕眼珠子一转，就起了一个坏主意。害怕？那太好了。张硕伸出手，指着顾灵，露出一个邪恶的笑容。那我就挑战你。顾灵儿脸上更白，她从叶天身后探出头，惊讶地用手指着自己：你要挑战我？张硕很满意顾灵儿的反应，表情更加得意。没错，就是你，你敢不敢应战？顾灵儿一边摆手一边摇头后退，大眼睛里满是大大的惊恐。不行，我最害怕那些虫啊蛇啊的东西了，我打不过的。让他们随便挑对手，竟然挑了一个最有天赋的。叶天搂住顾灵儿，轻轻拍着她的后背，轻声细语的安慰：没事，灵儿，你就放宽心上吧，我是不会让你受伤的。顾灵儿抬起头，大大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可是叶天哥哥，我实在是害怕。见两人的样子，张硕愈发得意，大笑着对着两人讽刺：这就害怕了？你们躺平宗该不会这就打算认输了吧？叶天指着张硕大声反驳：谁说我们要认输？我们应战，就我这小青梅打败一个西江蛮子，还不是轻而易举？张硕的脸上露出狞笑：那我就等着看你是怎么打败我的。这副架势吓坏了顾灵，顾灵儿的声音也为害怕而有些颤抖。叶天哥哥，你怎么说这种话？我真的打不过，我真的害怕这种东西。叶天轻声细语地安慰他：没事的，没事的。见叶天对着顾灵儿亲昵，林乐乐露出吃醋的表情。明明以前叶天是他的舔狗，他现在怎么能容忍叶天对别人献殷勤？哼，是没事的，也许只需要一击，就彻底感受不到痛苦了。叶天啊叶天，你可真狠心，这么漂亮一个青梅竹马，就被你推出来等死了。叶天扭头看向两人，眼神冷得如同寒冰。还不知道死的是谁呢？灵儿，你就上去，按照之前教你的做就行。虽然还是很害怕，但顾灵儿并不想让叶天失望，只好用力的点点头，一脸害怕的走上台。加油，勇敢灵儿，不怕困难。张硕一脸得意的凑近顾灵，满意的看他害怕的后退一步，一脸的得意。看上去弱不禁风的，还这么胆小，只怕一招就吓得屁滚尿流了。既然你害怕蛊虫，那就别怪我了，万古失信。好，你不要过来啊！顾灵儿旋转跳跃，闭着眼，不住的尖叫，同时双脚一下下的踩在蠕动的蜈蚣身上，一脚一爆浆。张硕冲上去想保护自己的蜈蚣，不要伤害我的宝贝。刚刚靠近顾灵，就被顾灵儿一巴掌打在脸上，整个人倒飞了出去，撞在柱子上，身子缓缓滑落。张硕整个人都不好的跪在地上，捂着脸哭泣。
妈妈，他打我！段水流震惊的张大嘴，手里的剑落在地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张师兄的万古金身竟被个小丫头给破了。徐华元看着嘎嘎乱杀的顾灵，面色阴沉。此女天赋奇高，若让她再修炼3年，怕是就连我也不是她的对手。不行，此女断不可留，段水流。段水流应了一声，捡起宝剑走上前。徐华元用眼神示意段水流接过了顾灵儿。是师尊。段水流靠近顾灵，杀疯了的顾灵儿根本没看到段水流转身的时候，马尾飞起，狠狠甩在段水流脸上。段水流捂着脸大叫：“眼睛，我的眼睛！”师尊，他用暗器。看到这一幕，众人震惊瞪大双眼。我知道灵儿体质特殊，修炼能事半功倍，没想到这才短短几天就能秒杀炼区巅峰高手了，这实力也太吓人了。顾灵儿才变最后一只蜈蚣，后怕的拍拍胸口，理都没理大哭的张硕和捂着眼睛惨叫的段水流，一把扑进叶天怀里。叶天哥哥，那些东西也太可怕了，吓死人家了。乖，不怕不怕。身边都是围观的咽口水和抽泣的声音。林乐乐不满的上前，着急的询问：“这躺平宗不是才成立了几天吗？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高手？”徐华元眯起眼睛打量着叶天。叶天，你小子竟然故意扮猪吃虎，想让我们上当了？我有吗？徐华元得意洋洋的给众人解释：“那几个看上去其貌不扬的老东西，实则都是他们这个躺平宗高手中的高手，说不定是他们的立宗之祖。”段水流恍然大悟的接话：“您的意思是这小子特意装傻充愣，好降低我们的警戒心？阴险，太阴险了。”没错，可老夫猜，除了这几个人，其他人都是废物。毕竟一个宗门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高手？叶天听得津津有味，开始给宗门的人分发瓜子和可乐。编，继续编。好一个叶天，居然能够想出如此阴险的计谋。徐华元冷哼一声，一挥拂尘走向前，指着叶天发起挑战。以为让宗门里的老祖先动手就能够护住你吗？做梦！接下来，本尊便要挑战你叶天。叶天诧异的看着徐华元，瓜子皮从嘴里掉落。叶天震惊的指向徐华元：“就你还想挑战我？本尊可是青云宗的宗主，大成期高手，挑战你一个小娃娃，绰绰有余。”叶天吐出瓜子壳，瓜子壳直接飞到徐华元脸上。大成期高手，狗屁！你连我们门派里随便一个小废物你都打不过，想挑战我？徐华元伸手拿下瓜子壳，忍下怒气，若有所思。果然了，我慌了，这叶天就是想用门中老祖冒充新手，以此来吓退我们，否则他为何不敢与我直接较量？叶天见他不说话，继续嘲讽：“我只是想给你点面子罢了，一把年纪了，万一要是连我都打不过，岂不是丢脸丢到姥姥家了？”徐华元忍无可忍，一挥袖子，大踏步上前：“叶天，你还敢羞辱我？”叶天双手叉腰，仰天大笑，狂妄地指着徐华元羞辱。我岂止敢羞辱你，我还敢羞辱你4大仙门，羞辱你百宗，都是手下败将，都是垃圾。围观的百宗暴跳如雷，指着叶天破口大骂。叶天得意洋洋的一个一个的点着他们，一脸的狂妄。我就喜欢你们这种看我不顺眼又干不掉我的样子。剑来！徐华元并指朝天，掐了一道剑诀，一柄流光溢彩的飞剑破云而出，停在徐华元的跟前，剑身发出阵阵嗡鸣声。在场修士的宝剑顿时纷纷出鞘，围在徐华元的宝剑周围朝拜。徐华元指着宝剑，对着叶天沉声道：“小子，此剑名为龙泉，乃上古仙器。本尊今日就与你比试御剑飞行之术，你敢不敢应战？”叶天愣住，御剑飞行那是什么？顾灵儿焦急地扫视村民们手里奇形怪状的仙器，滴水的拖把，离地的钉耙，甚至还有个沾满了不用液体的马桶揣子。顾灵儿有些担忧地扯了扯叶天的胳膊：“这叶天哥哥，之前咱们也没祭炼仙剑呢，这可怎么比呀？”徐华元面露难色，双手背在身后，身体缓缓上升，站在飞剑上，低头居高临下的看着叶天，语气傲慢至极：“叶天，你敢不敢应战？不敢就给我交出太平村！”谁说我不敢？说吧，怎么比？徐华元想了片刻，冷哼一声，用手比划出一个范围，就说出了比赛规则：叶天，咱们就从这里出发，到那边绕行试炼大会1周，谁最先回到这里，谁就胜利，如何？叶天看了看周围，点了点头：“很好，很公平。”林乐乐看着叶天身后一众农具，捏着鼻子不屑的嘲讽：“连个仙剑都没有，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比。”我的确没有仙剑，可谁说御剑飞行的剑就一定是这种形状？叶天念了个诀，原地消失。他不会是比不过逃跑了吧？巨大的机器轰鸣声从头顶传来，黑烟喷在林乐乐脸上，把他的脸喷成了黑色。林乐乐尖叫一声，捂着脸跑开。刹车声传来，接着破烂的拖拉机从天而降。叶天坐在驾驶座上，对着徐华元挥挥手：“老头，我就用这个和你比御剑飞行，怎么样？”段水流冷笑一声，大声嘲讽叶天：“
徐长老的飞剑瞬息千里，你居然拿着破玩意和仙尊比，看不起谁呢？乔松成也跟着嘲讽，用这破玩意和我们仙尊比，你该不会是脑子傻了吧？叶天慢悠悠拧开车载收音机，响起欢快的穷叉叉。上日出，穷叉叉上日落，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段水流气的鼻子都歪了，冲上去关了音响，对着叶天大骂：“我给你说话呢！”叶天掏着耳朵，迷茫的看着段水流：“你说啥？”我说你用这破玩意看不起谁呢？当然是看不起你啊！你叶天拍拍拖拉机，继续嘲讽：“老伙计，我知道和一把破剑比速度委屈了你，可是没办法，谁叫我善呢？毕竟万一那老头要是输得太惨不活了，那我不罪过大了。”徐华元怒极长啸，龙泉剑的剑柄探出银龙的虚影，银龙仰天长吟，仿佛呼应一般，头顶大片乌云聚集，云层中龙尾若隐若现，还有闪电闪烁。好，叶天，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我的对手。顾灵儿抬头看天，有些担心的看向叶天。叶天哥哥，我们真的能赢吗？叶天难以置信地看向顾灵，怎么，我的小灵儿不信我吗？顾灵儿连连摇头，我信，我当然信，叶天哥哥绝对不会撒谎骗人的，你说能赢的就肯定能赢。叶天满意的拍拍顾灵儿的脑袋，逗你呢，这还差不多。顾灵儿乖巧蹭叶天手掌，叶天哥哥加油！放心，那老帮菜连跟在我后面吃灰都不配。段水流听叶天骂徐华元是老帮菜，忍无可忍上前指着叶天唾沫横飞教训：“叶天，你竟敢藐视我青云门仙尊，简直是找死！”叶天掏出破雨伞抵挡段水流的唾沫雨，顺便还和他斗嘴：“得罪青云门就是找死，我得罪了仙门百宗，现在不也活得好好的？”你实在是太过狂妄，不知天高地厚，胆大包天。段水流每次话都没说完，就被叶天打断，还好心的把他要说的话补全。段水流想说的话说不完，只觉一口气咽不下去，指着叶天指了半天，捂着胸口，像花洒一样向外喷血。你说的都是我的词啊！等他喷差不多了，叶天才收好破雨伞，遗憾的看了一眼，叹了口气：“好好的伞算是废了。”徐华元再也看不下去，阻止暴跳如雷的一挥手，指着叶天挑衅：“够了，开始吧！”叶天拦腰抱起抱顾灵儿腰，放在座位上，亲了一下他的脸。灵儿，咱们好不容易出来一趟，我也带你看看全球风光。狂妄！叶天，你现在多狂妄，待会输的就有多狼狈，你就等着交出太平村吧。段水流掏出赛车比赛的黑白旗，御剑飞行比赛，预备。倒计时还没数完，段水流就猛地一挥旗子，开始。你耍诈！徐华元操纵龙泉剑，龙剑骤然爆发出万丈霞光。叶天发动拖拉机，拖拉机突突突的冒着黑烟，不住的抖动。先走一步。徐华元和龙泉剑一起，像一道流光，消失在眼前。拖拉机艰难发动，一只蜗牛悠哉悠哉的超过拖拉机，继续往前爬，惹得身后修仙众人捧腹狂笑。就这速度还想赢？叶天，现在下跪认输，师尊也许还会饶你一命。叶天老神自在的翘着二郎腿，叼着棒棒糖。顾灵儿有些焦急的催促叶天：“叶天哥哥，怎么办？”“急什么？我让子弹先飞一会儿，这场比试他都赢不了。”叶天，死到临头了，你还在嘴硬。叶天食指中指做法，念咒，拖拉机周身迸发着金光，随即被龙卷风包围，所有人被风刮得睁不开眼。等龙卷风消失，拖拉机所在的位置已经空空如也，众人一脸震惊。卧槽，车呢？空中，徐华元御剑飞行，一边飞一边连连回头，又飞出很远。徐华元忽然听到右手边有人叫他：“我人是个毛头小子罢了，和本座比，是我占了他的便宜。走。”徐宗主，想不到这么快就见面了。徐华元瞪大双眼，看见旁边并驾齐驱的拖拉机，叶天故意对着徐华元竖起中指：“不会吧，怎么让了你这么久，你才飞到这儿啊？你之前看着不大行啊！”徐华元气得脸色惨白，强装镇定的回道：“我不过是怕你追不上来，只使了3成力罢了。待我使出5成，你只怕连我影子都看不见。”叶天故作诧异的瞪大眼睛，脖子往后缩。我靠，这么厉害吗？徐华元掐了个剑诀，气急施法，加速甩开叶天，飞出去后还回头偷看被甩在后面的叶天，一脸的得意。结果身后很快传来拖拉机的轰鸣声，叶天又追上他，和他并排，还一下一下的踩着油门，发出挑衅的轰鸣声。哟，徐宗主，这速度该不会就是你的极限了吧？徐华元气急败坏，咬破中指，用指尖快速画符，金光速现，腹虎无身，缩地成寸，急急如律令，脚下飞剑像火箭一样向前飞去了老远，才减慢速度。徐华元蹲在剑上，气喘吁吁。我就不信叶天你一个修炼几天的废柴能比得上我。脚下又传来发动机的声音，接着就听到顾灵儿甜甜的声音：“徐宗主，您累了，要不先上车，我们载你一程。”徐华元一脸震惊，郝玄从剑上摔下来，指着叶天和顾灵儿大骂：“你们别嚣张，待老夫！”
徐华元不住的咳嗽，叶天故意失落的叹了口气。既然徐宗主不愿意，那我就先走了。拖拉机突突突的超过徐华元，还喷了徐华元一脸的黑烟。徐华元拼命咳嗽。哎，青云宗不过如此啊！徐华元听到这句话，气得捂胸吐血。试炼大会终点处，众人还在翘首以盼。师兄，仙尊怎么还不回来啊？急什么？仙尊只不过是想给叶天那个废物留点面子罢了。话音未落，就听到天边传来拖拉机的声音。接着，叶天载着拖拉机停在了两人跟前。乔松成震惊地指着叶天大叫：“叶天，怎么可能是叶天先回来？你是不是耍诈？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叶天拉好刹车，口中啧啧有声的摇头，对着断水流挑眉：“怎么输不起了？我不信，我不信！我师尊可已经到了渡劫巅峰，你一个什么修为都没有的废物，怎么可能超越我的师傅？”他肯定作弊了，这次不算。顾灵儿不满地走上前：“你们这些人也太不要脸了吧！规矩是你们定的，比赛方式也是你们挑的，怎么到了现在竟然还能不认账了呢？”断水流冷笑着走上去，拔剑对着顾灵：“这些事还轮不到你一个女人插嘴。”叶天清了清嗓子，挥手示意大家安静，一脸的痛心疾首。大家都看到了，这青云宗身为所谓的第一宗门，偏偏出尔反尔，真是给修仙界丢脸啊！断水流冷着脸争辩：“你胡说！你看上去平平无奇，怎么可能赢过仙尊？”叶天看着断水流，冷笑一声：“凭你这种修为，还不配看出我的实力？我怎么超越那个老头子的？等他到了，你就知道了。”话音刚落，随着一声惨叫，徐华元从天而降，狼狈地趴在地上，接着龙泉剑也跟着掉了下来，不偏不倚的正好插在徐华元两腿中间。徐华元盯着那把剑，吓成了对眼，惨叫一声昏了过去。哟，说曹操就到了！断水流眼睛瞪大，扑上去抱住徐华元，拼命的摇晃。仙尊，你怎么样了？仙尊！徐华元躺在那里，双眼紧闭，不知生死。叶天一脸关心的凑上前：“怎么摔了？要不要紧？要不要叫救护车？”断水流回头指着叶天大骂：“你滚开！不需要你在这里假好心。”叶天退回去，从拖拉机里掏出一颗西瓜，用力掰开，分了顾灵儿一半，两人一起吃着。顾灵儿一边吃一边抬头看了看没有戴手表的手腕。我们都到半个小时了，徐宗主，怎么你飞得不怎么样，停的也不怎么样啊？叶天咽下一口西瓜，冷着脸刮了一下顾灵儿鼻子，故作恼怒地训斥他：“灵儿怎么跟徐宗主说话呢？虽然他们不讲信誉，没有担当，但是我们得讲文明懂礼貌。”顾灵儿乖顺地低下头，一脸受教的模样，对着叶天认错：“宗主，我错了。虽然他们青云门处处都是短板，个个都不擅长修仙，但是我们不能骄傲自满，更不能瞧不起同道。”叶天满意的点点头，一脸欣慰地摸着顾灵儿的头：“这才对嘛！好歹青云门是个修行了数百年的大宗，就算修炼的不怎么样，但是咱们还是要尊重前辈。”顾灵儿扑闪着大眼睛，听得连连点头：“徐宗主，你骂的对，是我错了。”听到两人的对话，原本昏迷的徐华元被活生生的气得醒了过来，跳起来指着叶天和顾灵，胸口急速的起伏，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你们！叶天从拖拉机上跳了下来，一脸诚恳地对着徐华元提出建议：“徐宗主，你也老大不小了，遇事不要逞强，下一次咱就挑个自己擅长的比试方式，不然输这么惨，多丢人啊！”徐华元被气得一口老血哽在胸口，指着叶天，手不住的发抖：“你们不要太过分！”以断水流为首的一众修仙者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师尊，这小子竟真赢了你？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徐华元气得咬牙切齿：“是本座轻敌了，他身下那坐骑不是普通的拖拉机。”断水流却还是不大相信，就算不是普通拖拉机，也不是仙尊对手，一定是叶天傻诈。叶天冷哼一声：“不信，我躺平宗随时等着你们挑战。不过在这之前，你们得先认赌服输，交出宗门掌印，成为我躺平宗附庸。”各大宗门长老面露为难之色，最后还是逍遥宗长老一脸为难地说道：“这掌印可是我们一宗之宝，怎么可能轻易交出？”玄天宗长老也气势汹汹地向前：“没错，那是我立宗之本，要是轻易给了你，我玄天宗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叶天发出一声冷笑：“怎么想不认账了？”叶天啊，不，叶宗主是毕宗的临兵不懂事，他一个孩子怎么能代表我们逍遥宗？你看我的面子！叶天直接一挥手打断逍遥宗长老：“别，你在我这里没有面子，愿赌服输，你就说你给不给吧。”逍遥宗长老支支吾吾，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徐华元扶着断水流走上来，一副要为逍遥宗出头的模样，指责叶天：“区一场比试就想要吞并我们三大宗门，叶天，你未免也太贪心了吧！”见他要赖账，顾灵儿不满地皱起秀眉：“之前这规矩可是你们定的，你们要是输了就交出宗门掌印，我们要是输了就让出太平村，怎么到现在不认账了呢？”身后的其他村民也纷纷围上来，身材肥硕、皮肤黝黑的村妇张翠花上前指着徐华元大骂：“就是你们这些城里人咋说话不算数啊！”刘长远也连连摇头，一脸的无奈。
这一个两个的修炼修的不咋地，脸皮倒是厚得很啊。段水流看着围上来气势汹汹的村民，满头黑线的继续狡辩：谁说我们不认账了？分明就是你们耍诈！叶天分开村民，走到最前面，对着段水流挑挑眉：一次赢是耍诈，2次也是耍诈，3次4次还是耍诈。段水流家说不过，干脆就开始耍赖，指着叶天的脸，给自己的失败找理由。还不是因为你们扮猪吃虎，让我们掉以轻心，才不小心输了。要是不耍这些小心机，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叶天冷笑一声，扬声道：掉以轻心，现在你开始正视我们的实力了。那是自然。好，那我今天就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想挑战哪一位宗门弟子，随你挑。段水流一愣，用手指着自己，直愣愣的看着叶天。叶天摊手，一脸鄙视的看着段水流。就你不是不服吗？你不是很狂妄吗？怎么怕了？段水流视线扫过村民，内心紧张，不住的吞口水。也对，上次段高手在我们村口。不行，不能让他说出来，我上次有多丢人。段水流眼神在村民面前来回扫视，忽然大喊一声：不怕死的想挑战我的，上前一步！村民齐刷刷朝前一步，吓得段水流连连后退。段水流咽了口水，脸上汗如雨下。最后他伸手指向了站在最前面挎着个破篮子的张翠花。既然你们存心找死，那就怪不得我了。大婶，就是你，有本事就上来。张翠花把篮子放在地上，满面笑容的走到段水流跟前。小伙子，你想要比划？不然呢？给你发鸡蛋吗？你这种老太太，我一个打你10个。这么厉害的吗？当然，就你这种老太太，我让你打1拳都可以。看见吗？朝这里打。我要是喊疼，我是你孙。疼！怎么回事？怎么大师兄也被一个老太太打成这样？不可能，肯定是这大婶不按照套路出牌，冷不丁进攻，大师兄才着了他的道。没错。你怎么这么大力气？你是干嘛的？俺是耕田的。种地的，那我就放心了。等等，不对，有诈，差点着了叶天这小子的道。哼，一个种地的还想和我比划，我才不欺负你！你这种废柴，还是赶紧退下吧。切，打不过还吹牛。行了吧，打不过你就直说，我们不嫌你废柴。谁说我打不过？我只是想让大家见识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势均力敌啊？那估计难了，毕竟我们躺平宗实在是找不出你这样实力的人了，你太弱了。你有本事出来打一下。就你叫段水流啊？长得壮有什么用？修仙，最重要的是什么？修为。像你这种一身死肌肉，一看就是吃药吃出来的，没有半点实力。有没有实力？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我不打戴眼镜的，摔坏了眼镜还得赔。你这挑来挑去也没挑出来什么，这样吧，我给你挑一个对手好了。狗剩，这就是那个在村口被雷劈的傻吗？对，就是那个被雷劈的傻。你去揍他一顿，赢了我就给你10根棒棒糖，怎么样？好，你替我拿着，不许偷吃。哼，叶天，这人可是你选的，要是他输了，你可不能反悔。你放心，我和你们这些道貌岸然的混账不一样，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倒是你们这回输了，总没有理由不认了吧？一个连屎都控制不住的小屁孩，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叶天真是飘了，今天我就给他点颜色看看。好，一言为定，你就等着交出太平村吧。淡水流 vs 狗剩，比赛开始。哼，我准备好了。小子，要怪可别怪我，只能怪你宗主狠心，竟然让你一个小孩挑战我。看招，混沌掌！太残暴了，人家不敢看了。大师兄恐怖如斯，一招就会让那小崽子灰飞烟灭，绝对不会见血的。真的。小天哥哥，他打我，他打我，妈妈。连孩子都打，不要脸，呸！你几岁3岁。
一招就打伤我这个元婴高手，这他妈3岁！师兄是说这小屁孩已经超越了元婴期？胡说什么？普通人修仙10年都未必能入门，他还穿脱纸尿裤就能达到元婴境界，岂不是打了我们修仙人的脸？看来这太平村的确是风水宝地啊，必须夺过来！呀！哈哈哈哈！我杀死他了！我杀死他了！我是天下第一！你们看啊，我杀死他了！叶天，你得意什么？最后还不是死在我的手里，活该！哈哈哈哈！要不你再看看？这怎么可能？大师兄，你这是知道我被养了，特意来给我挠痒痒啊！叶天，你到底是什么修为？怎么可能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躲过我的全力一击？我什么修为你还没资格知道，你只需要知道，就你这种实力，就算是偷袭也伤不到我半点。这招叫拍苍蝇。师尊，救我！叶天，我劝你赶紧放人，你要是杀了他，便是惹怒我几大仙门。你们几大仙门就培养出了这种只会偷袭的废物，既然你们管不了，那我不介意替你们管教管教。叶天，住手！仙门一怒，你承受不起。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让我承受不起。叶天，你还年轻，太冲动了。你要知道，如果这样对仙门众人赶尽杀绝，就算以后能够飞升，这些事也会成为你的心魔。对呀，听说你爷爷已经飞升了吧？要是你因为心魔导致飞升失败，可就再也见不到你爷爷了。你说我爷爷？对呀，你爷爷，你也不想你爷爷伤心吧？所以，就算我爷爷在，也会让我打他丫的！想对付我们躺平宗，就别用这些阴招。还有谁？干脆一起上，咱们真刀真枪的打！哼，狂妄自大！今天我逍遥宗首席弟子张远就替众仙门教训教训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受死！呀！又来一个送死的！贱！我贱了！行了，我知道你贱了，别喊了。你这张远可是大成期高手，他的全力一击，既然也不能动叶天分毫吗？刚才那叶天开着拖拉机都能超过御剑飞行的徐宗主，说明其实力搞不好已经超越渡劫巅峰，成为大罗金仙了。大罗金仙，那岂不是飞升之下第一人了？这样看来，我等多不是躺平宗的对手啊。是，如果咱们再和躺平宗作对，怕是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吧？不如，我们以后就以躺平宗为尊。你们既然要对叶天服软，不然呢？你想死随便你，别拉上我们。叶宗主既然金身已长，当为当今修真界第一人，我逍遥宗愿封叶宗主为仙门之首。叶宗主天赋卓绝，我等拜服。我玄天宗愿封叶宗主为仙门之首。你们，请叶宗主执掌仙门。青云门也愿奉叶宗主为尊。我没兴趣跟你们这些整日勾心斗角的人为伍，我还嫌掉价。野天哥哥说的对，才不要当什么老十字仙界之首，我们回太平村。对，村口的寡妇们还等着俺呢。叶宗主，如今幽冥宗猖獗，经常随意勾人性命，若没有您坐镇，修真界必将大乱了。叶宗主，先前是我等有眼无珠，求叶宗主看在天下苍生的份上，留下主持大局。天下苍生与我何干？
我就乐意在太平村带着乡亲们种种地、修修仙。走啦走啦，都上车，车上有大座。早知道叶天这么厉害，我就应该和他在一起。对，现在还来得及，叶天一定是爱我的。乐乐，你该不会后悔了吧？当初要不是你，我也不可能得罪叶天。现在他一朝得势，你竟然后悔了？切，后悔又怎么样？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只要我求求他，他一定会回来舔我的。你有事？天天，其实我是爱你的。之前我故意和乔松成在一起，只是为了激励你而已。你应该能懂我的苦心吧？是吗？当然了，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一气之下辞职回乡修仙，更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现在的成就。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啊。这份恩情你自己记住就行，毕竟你能有今天，全是因为我的功劳。照你这么说，我是不是还得给你立个长生牌位，早晚3炷香？那倒不用，只要你把我带回太平村当副宗主，再把顾灵儿那个小贱人赶出宗门。哼！灵儿，这件衣服脏了，回去给我换件干净的。你竟然嫌弃我？不然啊，一个和乔松成混在一起的贱货，还让我把你供起来。灵儿，快点，你老公还冻着呢。好的，叶天哥哥，回去就给你换衣服。你以为我躺平宗是废品回收站？什么脏的臭的都往里收。叶天，其实我怀的孩子是你的，是乔松成那个书生逼我打掉的。他说我不和他在一起，他就开除你。我都是为了你呀。显然，明明是你勾引老子的，要不是你爬老子的床，还说你怀了我的孩子，老子会看你一眼吗？滚远点，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不是你们不要我，是你们这些臭男人都配不上我。我可是小仙女，是9天玄女转世，你们快来舔我啊！走吧，我们回村继续修仙。出去一趟，连纪念品都没买到，晦气。谁说没有了？看看这是什么？咦，什么破玩意你也捡？这东西还不如我的鞋拔子好用呢。叶天哥哥，这次干的可真漂亮，那些仙门士族根本就不堪一击嘛。不是他们不堪一击，是你们啊，都太厉害了。见你们这样，我也能放心走了。叶天哥哥要去哪儿？你们也都修行的差不多了，我也该飞升上天找我爷爷了。修行10天就能飞升的，估计只有我了。可是灵儿舍不得你，叶天哥哥。没关系，你好好修炼，我在天界等你。老油头，叶天哥哥，这是怎么了？没呼吸了，死了？怎么会？唉，老刘头都已经80多了，死了也正常，也是喜丧了。小天你就节哀吧。不对，刘老也已经到了金丹期，至少有500年寿元，怎么可能才80岁就死了？俺这是死了。叶天瞪大双眼看着两人，这世上还真有牛头马面勾魂，且让我会会他们。叶天站起来走向牛头马面，两人却好像没注意到他一样，自顾自的聊天。牛人一脸抱怨的开口：哎，就算抓了这个刘长远，宗主给咱们的 KPI 这个月也还差20多魂呢，我们马上就完不成了，怎么办啊？马面人唉声叹气的连连摇头。能怎么办？扣绩效呗。两人的对话让叶天一脸震惊。宗主，这是什么宗门？还绩效？听了马四的话，牛三赞同的点点头。宗主那么抠门，能扣钱肯定会扣。傻逼领导，用到我们的时候就画大饼，用不到的时候就把我们当牛马。所以我带你来太平村啊，这太平村可是风水宝地，灵魂也比别处强大。我们随便挑几个软柿子抓走，就算不到20个，也算是个宗主交差了。雍明宗办事，闲人退让。刘长远，你的魂魄我们宗主看上了，和我们走一趟吧。叶天紧皱眉头，盯着两人。幽冥宗怎么听起来有点耳熟？你们是什么东西，还敢碰我叶天的人？
他是在和我们说话吗？我们身上带着宗主给的秘宝，除非是已至大罗金仙境界，否则根本看不到咱们。不过那样的人物也已经离飞升不远了，怎么会待在这小小农村？牛三一听才松了口气，抚着胸口，一脸庆幸。吓死我了！你说的对，我们赶紧把活干了，赶紧走吧，趁现在人多，多绑走几个好交差。你们当着我的面还想带走我的人？顾灵儿左右张望，一脸困惑。勾魂，叶天哥哥，你在说什么啊？你看不到吗？顾灵儿环顾四周，茫然摇头。我什么也没看到啊！怪不得刚才2个人这么肆无忌惮的，原来修为稍低一些都看不见他们。叶天陷入了沉思。神木显，天地莲，洞察万象。叶天大手一挥，破了牛三和马四的禁制，两人出现在众人面前，村民们一片哗然。哇，现成的牛马！就他们要带走小辽。见身形败露，牛三和马四也不装了，开始威胁躺平村村民。我们幽冥宗看上你们的魂势，你们的福气，识相的就乖乖跪地，等着老子勾魂，否则我们兄弟动一动手指，就能让你们魂飞魄散。就是你也不打听打听，我们幽冥宗可是青云宗都不敢惹的存在，他们徐长老见到我们幽冥宗的人都得乖乖献祭几个弟子，你算什么东西，敢和我们斗？叶天冷笑着走上前，护住刘长远的魂魄。幽冥宗是什么垃圾？我倒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当着我的面带走我的人。马四暴跳如雷，指着叶天咆哮：好猖狂的小子，老牛，咱们一起上！马四话音未落，牛三正要从怀中掏出锁魂链扑向叶天。你这老牛好生懂事，还知道自带鼻绳呢。叶天抬起手，一把抓住锁魂链，抓紧在手里，又用力拉。牛三就像被牵住鼻子的老牛，踉跄步摔倒在地上。马四急得跺脚，从怀里掏出一个像是操马杆的东西。好牛，看我的拘魂套！又来一个送上门的。叶天拿起棍子，一下子在马四的头上被打得眼冒金星，拘魂套也到了叶天手里。嚯，咱们村有马了！马四完全动弹不得，用求助的目光看向牛三。牛三挣扎着爬起来，放开老马，看我的幽冥鬼火！牛三憋红了脸，从嘴里吐出一束幽绿色火苗，火苗离体瞬间偏荡，带着一股阴冷气息飘向叶天。还没等飘到叶天面前，各位张翠花一盆纸浇灭了。哪个缺德的在村里玩火？万一点着草垛子咋整？牛三马四面面相觑，气得身体发抖，却无可奈何。叶天慢悠悠地从墙角拿起一把三叉，二位辛苦了，我送你们去该去的地方。叶天随手一挥三叉，精准地把两人挑起来，又随手一甩，就甩进了张翠花的牛棚。张大妈，这牛马就先放你家，以后他俩就在咱们村轮岗。好嘞，正好我家还有15地梅梨呢。牛三继续大声威胁叶天。叶天是吧？我告诉你，我可是幽冥宗的使者，你要是敢动我的话，我们宗主不会放过你的。没错没错，你要是敢伤害我们两个，我们宗主肯定会踏平你们太平村，再把你们练成万魂幡。顾灵儿闻言怒不可遏，手中凝聚雷电。私自勾魂，还敢威胁叶天哥哥，今天我就要灭了你们！叶天心念一动，拦住了顾灵。我想起来了，玄天宗长老说过，幽冥宗在随意勾人性命，怕是什么不要脸的邪修？有这样的门派在，我怎么能安心飞升？灵儿，先别冲动，让我和他们聊聊。叶天让张翠花退下，走到牛三马四跟前。两位借一步说话。听叶天这样说，顾灵儿散去雷电，走回到叶天身后。牛三马四顿时松了口气。既然叶天哥哥都这么说了，那就暂时饶了你们。对，别冲动，有话好好说嘛。对，刚才都是我们不对，不过我们也是给宗主办差，大不了换个地方就是了。大家都在修仙界混，何必撕破脸呢？叶天不赞同的皱起眉。换个地方，别人的命就不是命吗？你们幽冥宗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竟敢随便勾人性命？马四发出一声不满的嗤笑，眼里都是对叶天的鄙夷。你呀，还是太天真。这修真界就是个弱肉强食的地方，能力强就是牛逼，能力弱就该死。就是嘛，再说了，天下那么多人，你顾得过来吗？叶天冷笑一声，目光凌厉地看向牛三和马四。照你这么说，你们宗主能力强，够牛逼，也可以随便勾你们的魂魄了。牛三和马四愣住，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叶天冷笑着嘲讽：怎么板子没落在自己头上就不觉得疼了？要不我现在就让你们神形俱灭，你们也别怪我，怪就怪你们弱。两人愣住，牛三吓得头上的毛都竖了起来，跪地磕头，对着叶天求饶：大人饶命，我们就是2个打工的，求你饶了我吧，我家里上有80老母，下有吃奶的孩子。马四不屑地哼了一声，一把提起牛三的后颈皮，把他扯了起来。没出息的东西，咱们怀里可揣着宗主给的保命符，他若真敢下杀手，符箓自会触发，届时宗主神识降临，定叫他吃不了兜着走。马四说着，掏出张皱巴巴的黄符纸，梗着脖子在叶天面前挑衅的使劲摇晃。看看，怕了吧？叶天闻言，上下打量了马四几眼。马四梗着脖子，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叶天眼珠一转，就有了主意。这符纸的气息还挺强大的，难怪能让玄天宗他们怕成那样。
这幽冥宗是个祸害，看来我得先解决了幽冥宗才能飞升了。既然这样，那我……叶天看着马四和牛三，缓缓开口：既然如此，我就留你们一命。要是下次被我带到，你们随便勾魂，我就要了你们小命。马四以为叶天服软，冷哼一声，指着刘长远的魂魄：算你识相，那这个魂我们就带走了。放心，我回去会向宗主说你的好话的。就在马四伸手探向刘长远魂魄的刹那，叶天身形一闪，拿起棍子直接砸向马四。你还想勾魂？马四慌忙躲开，刚刚松了一口气，却见叶天拿着三叉出现在他跟前。退！叶天一杆子戳在马四的眉心，马四后退几步，跌坐在地上，满头金星。啊，我的发型！看叶天轻松制服马四，牛三吓得浑身发抖，连滚带爬的扑过来，抱住叶天的腿。大人饶命，这我们也不想啊。可我们要是空着手回去，宗主肯定不开心，到时候要降罪太平村，可就不好了。叶天被抱住腿，低头面无表情地看着牛三。牛三偷偷打量着叶天的脸色，继续小心翼翼地说道：反正这个老东西也快死了，不如……叶天冷笑一声，一下一下地摸着牛三的牛头。你说的。牛三一脸希冀地看向叶天，叶天忽然眸色一冷，用力掰断了牛三的一根牛角。一派胡言，有我在，没人能动我们太平村的人。现在我不杀你们，留你们一命滚回去，告诉你们宗主，他就是个垃圾啊！我的小药他断了。牛三马四对视一眼，狼狈地爬起来，连滚带爬地跑向空间大门。马四一边跑一边骂骂咧咧：叶天是吧？老子记住你了，我这就去禀报宗主，别说你们太平村所有人都得死。叶天举起三叉，歪嘴冷笑：我好害怕啊！两人跑着进了空间大门。等牛三马四进了，马四的声音从门口传来：你给我等着。等他们消失后，顾灵儿才走上前，担忧地拉住叶天：叶天哥哥，咱们不能就这么轻易饶了他们吧？万一这些人要是伺机报复怎么办？叶天嘴角浮起一丝冷笑：我要的就是他们报复，这修真界的格局也该改了。顾灵儿点了点头，小脸上满是坚定。叶天哥哥，那我们怎么办？叶天没有直接回答，伸出手对着刘长远的身体抑制他茫然坐起，挠了挠头：我不是死了吗？怎么又给我整活了？他们一走，老刘的魂魄就能回去了。这幽冥宗恐怕真的有些东西。叶天转而看向顾灵，一脸的郑重：灵儿，告诉全村的人，全员戒备，派人分组巡逻，他们来一个，我灭一个；来两个，我灭一双。顾灵儿答应着离开。叶天冷哼一声：不就是幽冥宗吗？我的乡亲由我来守护。幽冥宗大殿光线黑暗，只有绿莹莹的鬼火飘来飘去。一身黑衣做阎王打扮的幽冥宗宗主坐在白骨堆成的王座上，杵着下巴打盹。忽然他猛地睁开铜铃般的眼睛，就见牛三马四慌张跑入冥府大殿。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宗主语气不满，吓得牛三马四腿一软跪在地上：宗主，您可要给我们做主啊！宗主不满地皱起眉：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慢慢说来。牛三捂着断了的右脚，惨叫着诉苦：您可不知道，那太平村村子里面全部都是刁民。马四也跟着大声哭诉：我们只不过是去勾几个小魂，没想到不仅魂没勾走，竟然被他们给暴打了一顿，赶了出来。牛三指着自己断了的右脚，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们还打断了我的小右，宗主，你可要为我的小右报仇啊！宗主闻言气得暴跳如雷，直接站起：放肆！我倒要看看谁敢这么狂妄，胆敢和我们幽冥宗作对。宗主身边戴着白色高帽，把自己搞得好像白无常的白长发出了声嗤笑：什么太平村？没听说过。牛三马四，你们在幽冥宗工作了几百年，竟然叫一个小卡拉米给打了。马四打了个哆嗦，似乎回忆起了叶天带给他的恐惧，急忙辩解：白大人有所不知啊，那群刁民实在是可恶，仗着自己修了几天仙就瞧不起我们，说什么我们幽冥宗就是个垃圾。最后几个字马四说的支支吾吾，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哼。宗主不屑地冷哼一声：区区一个农民也敢如此狂妄！好，本尊倒要看看他是什么通天大佛。说着，宗主就站起来。白长急忙伸手阻止：宗主，一个土里刨食的农民而已，哪里用得到您亲自出手？戴着黑帽子一身黑无常打扮的黑长也走上去附和着白长：没错，这种小事就交给我们兄弟就行了。宗主闻言又缓缓坐了回去，对着黑长和白长沉声发布命令：好，此事就交给你们二人了，记住，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我们幽冥宗的脸面不能丢。黑白无常躬身领命，转向牛三马四。白长高傲的扬起头，对着两人炫耀：你们两人就看着我们兄弟将他们的魂勾回来吧。马四面露担忧之色，小心翼翼地提醒道：大人，那个我强的叶天也有些实力，咱们要就这么过去吗？要不要提前准备？见黑长白长不说话，牛三也试探着开口：没错，黑白大人，那叶天的确是小有实力，千万不可轻敌啊！要不还是让宗主大人……黑长冷哼一声，打断了牛三：你的意思是我连一个小农民都比不过了？牛三吓得后退一步，连连摇头：小的绝无此意啊！
白长摆摆手，一脸的高傲。打不过他，是因为你们废物。只要我拿出这万魂幡，就算是大罗金仙来了，都不是我的对手。对，我们兄弟出马，你们就等着我们把太平村那些土鳖的魂魄带回宗门吧。太平村内扛着农具的村民四处巡逻，太爷爷坐在大树底下，翘着二郎腿坐在石椅上，和狗生一起聊天。忽然，太爷爷吸了吸鼻子，不对，老祖宗是有幽冥宗的味道。不，是张寡妇家里的肉熟了。就在这时候，村口忽然飞沙走石，风云变色。接着，熟悉的空间大门凭空出现，黑长白长拿着万魂幡和哭丧棒从门里走出。叶天，拿命来！话音未落，一根拐杖从天而降，打在白长的头上。有暗器。黑长弯腰捡起地上的拐杖，不屑地嗤笑：一根拐杖而已，这些土鳖吓得拐杖都扔了。太爷爷看到拐杖，走了过去。Oh my god！ 黑长看着太爷爷掂了掂手里的拐杖，我还以为是什么高手，原来是个老不死的。你不是我的对手，叫叶天来。把拐杖还给了太爷爷。太爷爷捡起拐杖，看着黑长连连摇头，口中啧啧有声：小娃娃说话别太狂，现在回去还来得及。黑长冷下脸，拿出一个卷好的旗子，缓缓展开。既然你不知死活，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我这万魂幡的厉害。跟他废什么话？先把这老骨头拆了，再去杀叶天。太爷爷叹了口气，好久没动他了，那就松松筋骨吧。黑白无常立即摆出迎敌架势，却见太爷爷只是朝空中一伸手，带来。白长紧张的压低声音，低声提醒黑长：听说这太平村的武器都很是古怪，黑兄小心。一阵微风吹过，什么也没发生。黑白无常面面相觑，随即爆发出一阵狂笑。这老东西老糊涂了吧？哈哈哈！还带来，说声借来，也许我还夸你一声牛逼。话未说完，一个陈旧的麻袋从天而降，不偏不倚将二人罩了个结实。我去，竟然是麻袋的袋！叶天坐在塑料桶上，村民围在两边，黑白无常跪在地上，不住的挣扎。放肆，放肆！大胆刁民，还不赶紧把我们放开！叶天观察着两人，不屑的冷笑：你们幽冥宗是不是有病？上上下下都喜欢 cosplay。我告诉你们，我们二次元没有你们这样的败类。顾灵儿拿着哭丧棒和万魂幡，一脸嫌弃的看着。这道具够简陋的。顾灵儿说着就要展开万魂幡，黑长白长吓得魂飞魄散。不要啊！顾灵儿奇怪的看了黑长一眼。我就不。顾灵儿展开万魂幡，万魂幡散发出阵阵黑烟，鬼哭之声不绝于耳。万魂幡周围隐隐有鬼魂的虚影盘旋。万魂幡出，吸引万魂，你们就等死吧。随着万魂幡展开，黑长和白长发出狂笑。这万魂幡里的鬼魂不死不灭，不眠不休，你们就等着无尽的追杀吧。叶天悠哉悠哉的抬头看着乱飞的鬼魂，冷笑一声：不死不灭，不眠不休，这是什么永动机牛马？在黑长白长诧异的目光中，叶天站起身，双手合十，把所有鬼魂收到了手掌中，对着刘长远招招手：老刘，你昨天不是说没人干活吗？这些人不知疲倦，最好用了你都拿走，不够再用这个番儿招聘。叶天把万魂幡和鬼魂一起递给刘长远，刘长远嫌弃的撇撇嘴才接过来。一个个细狗一样，也不知道好用不好用。刘长远直接把万魂幡端走，黑长和白长震惊的下巴掉在地。这也行？我的万魂幡！叶天又拿起哭丧棒掂了掂，直接就给折断了。这就是你们的武技，看上去也不过如此啊！白长捂着脸发出一声惨叫，爬到叶天脚边，看着断成两截的哭丧棒大哭：我的大棒，我3尺长的大棒！顾灵儿一脸天真的看向叶天，疑惑的询问：叶天哥哥，你说他们幽冥宗出来勾魂就用这种破烂吗？叶天叹口气，看向黑长白长的眼神满是同情。哎，你们宗主也真是的，幽冥宗这么大一个宗门，竟然也不舍得给手下人更新点武器库，这么老的武器现在早就该被淘汰了。顾灵儿似懂非懂，但还是赞同的点头。就是。白长抬头，脸上全是眼泪鼻涕，气急败坏的对着叶天大吼：那可是宗主亲自给我的仙器，仙器！叶天被震得掏了掏耳朵，漫不经心道：要不说你们的情报网也该更新了，仙器算什么东西？现在人间到处都是盗器。黑长闻言不满的嗤笑一声：盗器？那可是传说中的法器，你以为是你后院的萝卜白菜吗？处处可见。你要是有盗器，我们就倒立吃屎。叶天哈哈大笑，随手一指：好啊，记住你说的话。黑长和白长瞪大眼睛。这叶天手指的方向，村民手中的锄头、蒲扇纷纷发出盗气光芒。黑长一脸震惊：盗器！白长看到正在晾衣服的张翠花，张翠花正拿着一块尿布往晾衣杆上挂，尿布也发着盗气的光芒。白长目瞪口呆，说话也变得结结巴巴。这玩意儿竟然也是盗器！黑长左右看着，扫视村民武器，脑袋晃出了残影。竟然都是盗器，怎么可能？白长也不敢置信，信念崩塌的大吼起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肯定是假的！盗器那可是传说中的武器，这又不是能批发到手的破烂，
他们太平村怎么可能人手一件？叶天缓缓双手背后，抬头望天，嘴角泛起一丝冷笑。大人，时代变了。顾灵儿也跟着故意嘲讽两人。幽冥宗真以为自己很牛逼吗？现在要我说，不过如此。你不许你这么说，幽冥宗。叶天想起什么，忽然看向黑长。刚刚好像有人说，如果太平村有盗气，要怎么着来着？黑长脸色一白，支支吾吾往后退。叶天往旁边牛棚一指：“啧啧，你看那坨粪像不像你的午餐？”黑长身子往后一缩，梗着脖子放狠话：“你敢！”叶天随后一挥，黑长整个人就腾空起飞，头朝下栽进牛粪里。你就好好给我大吃一惊吧！白长被捆住，动弹不得，气得大叫：“放开他，否则我们幽冥宗饶不了你！”听到白长的声音，叶天回头看他，好像想起了什么。哦，忘了你了。叶天又一挥手，白长也头朝下栽进了牛粪里，只剩下2条腿在外面乱蹬。多吃点，我们太平村的牛粪绝对无公害、无污染，你在别处都吃不到。过了很久，黑长才率先从牛粪里挣扎出来，他上半身都是牛粪，张嘴的时候牙上还沾了一根草杆。你等着，我们宗主不会放过你的。叶天冷笑一声，摸着下巴思索：哎呀，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可得好好款待你们了。叶天对着顾灵儿挤眉弄眼，顾灵儿心领神会的点点头，一挥手把白长也拔了出来，接着一股水流冲干净了黑长白长身上的牛粪。黑长白长立刻露出得意的神色：怎么怕了？现在讨好我们晚了。对，就算你们跪地求饶也不管用，太平村的魂我们幽冥宗要定了。黑长注意到顾灵，对着白长使了个眼色，白长色眯眯的看着顾灵，露出一个谄媚又丑陋的笑。不过小美人，你要是求求我们兄弟，我们也许会大发慈悲，饶你一命。对，到时候和哥哥回幽冥宗，让你们看看哥哥的大宝贝。顾灵儿沉下脸，又一挥手，一只无形的大手把黑长白长拎了起来，两人蹬腿挣扎，却不能挪动半分。接着啪啪的巴掌声响起，伴着皮肉声，顾灵儿的声音冷冷响起：讨好你们，跪地求饶，交定了。不一会儿，黑长白长的脸就肿得像猪头，不住的惨叫：你打我！别打脸，我妈会不认识我的。顾灵儿抬起脚，虚空的脚印出现在黑长白长周围，对着他俩踢打。顾灵儿声音里的怒意更盛：求你们饶我一命，排大宝贝。叶天吓得一哆嗦，摸了摸后脑勺：太残暴了，幸亏灵儿对我是温柔的。黑长白长惨叫连连在地上打滚：你敢打我，等我回去之后，我一定贬明宗主，你们太平村个个狂妄自大，目中无人。顾灵儿眼一横，抓住白长打耳光，边打边骂：狂妄自大，目中无人。顾灵儿将白长打趴在地，掐腰凶悍地指着他问：知道错了没？黑长白长气息微弱，已经说不出话来。周围村民捂脸倒吸冷气。叶天重重咽了口口水，走上去拉住顾灵：错了，真错了。顾灵儿回过神，回头看叶天，一脸的无辜。叶天哥哥，你说什么呢？叶天捂着胸口，喃喃自语：好家伙，这还是我那个温柔胆小的小青梅嘛！以后我可一定要小心说话，千万不能惹了她。过了很久，缓过来的黑长才艰难地爬起来，对着叶天怒目而视：叶天，你竟敢纵容手下这么欺辱我们，你给我等着！说完，黑长吐出一口精血，精血在地上化作一个巨大的传送符，带着浓重血腥气的黑烟将黑长白长包围。这是血遁之术。黑烟裹挟着二人快速向天际遁去，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腐臭味道，众人纷纷皱眉捂住鼻子。接着黑长气急败坏的声音传入众人耳中：叶天，今日之辱，来日必百倍奉还。跑得倒快，给你们宗主的礼物忘拿了。叶天随手捡起地上的一颗石子，对着血光消失的方向轻轻一弹，石子破空而去，天边随即传来一声惨叫：我还会回来的。宗主，您可要给我们做主啊！你们怎么被打成这样？宗主手一挥，一道金光闪过，解开黑长白长身上的禁制。宗主，你有所不知，那太平村村子里面全部都是暴民，一群暴民。看到他这副样子，牛三马四忍不住捂着肚子哈哈大笑，在一旁说风凉话。早就说了，那叶天简直就是一个混账，目中无人，狂妄自大，你们这也太轻敌了吧！黑长闻言，指着牛三瞪着眼睛，破口大骂：你们怎么不早说？那村子里个个都是高手，人人手持道器。
闻言，牛三也愣住了。盗气？我只看到几件仙器啊！黑长白长明显不信，继续指着牛三马四指责：胡说八道！太平村就连庙部都是盗气，我就不信你们没看到。对，我看你们分明是想让我们出丑。见他们争吵，宗主猛地一拍桌子，他指着几人大骂：够了！都已经被人欺到跟前了，你们还起内讧！见到宗主发话，四人闻言都垂下了头，不敢言语。仔细说说，这太平村到底是怎么回事？宗主，我们前往太平村宣您的法旨，没想到他叶天根本不听，还把我们打成这样。没错，暴打我们不说，他仗着自己修了几天仙，手下人个个都拿着道气，就瞧不起我们。还什么？白长有些心虚，说话支支吾吾。还瞧不起您？什么？就他还瞧不起我？黑长看了一眼白长，两人交换眼色，多年的默契让他们很快就知道了对方打的什么主意。黑长率先开口：他说您就是日子过得太安稳了，还提了那件事。见宗主的脸色愈发难看，神色里的不耐也愈发明显，白长也不敢卖关子，赶紧说出了答案。他说：宗主你怕是忘了当年是怎么被叶璇打得屁滚尿流了。黑长连连点头，背后的手对着白长竖起大拇指，还说你要是不跪地磕头叫他姨。他就效仿当年叶璇也打进幽冥宗，闹个鸡犬不宁。宗主闻言脸都气成了猪肝色，啪啪地拍着桌子怒吼：放肆！放肆！放肆！牛三马四战战兢兢地上前安慰：宗主息怒啊，用不着因为一个农民发这么大的火。看到牛三牛四上前劝阻，黑长白长继续煽风点火：宗主大人，难道我们就吃了这个闷亏吗？对，宗主，难道就放任这个叶天才到我们头上拉屎撒尿吗？宗主果然被他们煽动，眼睛气得几乎要喷出火来。放肆！敢欺辱本尊，岂能轻易放过？若是此事传扬出去，修仙界那些名门正派岂会再敬畏我幽冥宗？我们还如何收取优质的魂灵？黑长闻言一脸的兴奋，抬起头不住的搓手：宗主，那您打算怎么做？宗主猛地站起，整座大殿剧烈震动，握紧拳头，因为暴怒，他周身迸发出狂暴的黑色雷霆，每一道电光中都缠绕着凄厉哀嚎的怨魂。随后无数鬼影从地底钻出，在他身后哀嚎扭曲。今日本尊就亲自出马，擒了这叶天。众人一脸吃惊，好多年没见宗主这么生气了。对啊，宗主的完全形态就是10的大罗金仙来了，也得GG。宗主一挥衣袖，开始点兵点将。牛三马四何在？属下在。黑长白长何在？属下在。看着下面行礼的部众，宗主满意的点头。尔等立刻拿着法器，随我前去太平村招魂。四人行礼，齐声回答：属下遵命。宗主抬头，仰天发出桀桀的笑声。今天我就要看看这叶天到底是何方神圣，竟敢学当年叶璇，挑衅我幽冥宗。就在幽冥宗宗主大笑之时，一道破空之声传来，接着一声巨响，幽冥宗的大门被破开一个大窟窿，碎片飞溅，众人纷纷抬起手遮挡。此时叶天狂妄的声音响起：用不着你们去。叶天话音刚落，叶天、顾灵儿及太平村村民凭空出现在大殿之中。叶天双手背后，衣襟猎猎，逼格十足。我亲自来了。幽冥宗主身后鬼气翻涌，他死死盯着突然出现的叶天，低声咆哮：好个狂妄小儿，还敢来我幽冥宗！现在磕头请罪，再献上全村人的灵魂，本尊饶你不死！叶天打量着宗主形似阎王的打扮，冷笑一声：呵呵，我说怎么这些傻叉都喜欢 cosplay， 原来是跟你这个宗主学的啊！今天我就替2次元料理了幽冥宗。好大的口气！你以为你是谁？还想学叶璇和我们幽冥宗叫板？叶天闻言一愣：咋？我爷爷也收拾过这个老小子，看来他还不知道我和爷爷的关系呢。那我逗一逗他。叶天傲慢地一指身后的村民：幽冥宗算个屁，我这边随便一个人都可以打得你满地找牙。宗主暴跳如雷，指着叶天大骂：
不自量力，黑长白长替本尊教训教训他。是。黑长白长抬起双手，身后的数百道鬼影带着电光，如潮水般哭嚎着，向着叶天奔袭而去。受死吧，百鬼夜行！破！叶天冷笑一声，漫不经心地打了个响指。太阳当空照，叶天身后顿时发出万丈光芒，奔腾的鬼影在光芒照耀下瞬间消失。这有招式？叶天冷笑一声，从背后拔出一把剑。下一世万剑归宗。话音未落，每一把剑飞向四周，不仅黑长白长被打得哇哇大叫，就连牛三马四等人也纷纷抱头躲避。幽冥宗宗主看得一脸震惊，这是叶璇的招式，你和叶璇什么关系？叶天用剑指着幽冥宗主宗，嘴角扬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用看傻子的表情看向宗主。你猜我们为什么都姓叶？幽冥宗宗主迷茫地摇摇头。我怎么知道？难道……叶天双手背后，一副绝世高手的模样。没错，叶璇就是我爷爷。要不是你们三番五次来太平村找麻烦，我早就飞升去找我爷爷喝茶了。说着，叶天露出一个傲慢的笑。打扰我和爷爷相见的都该死！叶天带着村民一起向前，所过之处，幽冥宗弟子不自觉的后。叶天缓步向前，顾灵儿紧随其后，村民们手持各式农具跟在后面，打量着周围，面色不善。我爷爷没做到的事，我来做到。我今天就先灭了你们幽冥宗，再飞升。短暂的死寂后，店内爆发出各种惊呼。幽冥宗宗主爆发出一阵大笑：一群乡巴佬而已，在我的地盘还能让你欺负了？这种时候也别讲什么规矩了，一起上，灭了他们！是。黑长白长牛三马四带着众幽冥宗部下冲向叶天。叶天冷笑一声，大手一挥，乡亲们，刷经验的机会到了，记住我给出的原理。对。耿波扛着锄头冲向牛三，锄头上泛着盗气的光芒。我让你勾我三舅老爷的魂儿！牛三吓得连连后退，一下跪在地上。锄头正好在此时落下，牛三躲闪不及，被砸得眼冒金星。啊！救命啊！太爷爷不紧不慢地拿出拐杖，拐杖上也泛着盗气的光芒。老子早想打你了，老子还没死呢，你就勾我儿子的魂！马四被打得像陀螺一样原地转圈。别打了，别打了，再打真要魂飞魄散了。叶天看得连连点头。黑长白长见状，同时祭出勾魂锁和哭丧棒，一左一右加入战团。老不死的，受死吧！看招！张翠花眼疾手快，从怀里掏出一块鼓鼓囊囊的尿不湿。晦气东西，尝尝我孙子的童子尿！尿不湿飞出去，精准地呼在黑长脸上。黑长惨叫一声，捂着脸后退。辣眼睛！顾灵儿也拿着手里的包包，对着掏出哭丧棒的白长拼命抽打。去死，死变态！白长吓得丢开哭丧棒，抱头鼠窜。我错了，我错了！顾灵儿看了眼自己的包，眼里蓄满了泪水，对着叶天撒娇：叶天哥哥，人家的包坏了。叶天搂着顾灵儿，温柔安慰：撒开心，要抱抱！买！灵儿不哭，回去哥哥给你买新的。不多一会儿，村民们合力打败牛三马四等人。叶天看着占上风的村民，欣慰的点头。看你们这么猛，我就放心了。叶天，你给我等着！幽冥宗宗主看着手下被一群村民打得落花流水，脸色铁青。宗主掏出一张符纸，周身鬼气暴涨，身后两道巨大的招魂幡迎风招展，一股血腥气扑面而来。叶天，你欺人太甚！宗主袖袍一甩，无数怨灵从幡中涌出，发出刺耳的尖笑。万会噬星！怨灵如潮水般涌向村民，所过之处阴风阵阵。张大爷不慌不忙，将手中的旱烟杆吹了一下，那些魂魄就被吹得倒飞出去。哼，垃圾！刘长远举着捕虫网冲上去，一兜就把吹跑的魂魄兜住。他把捕虫网打了个结，递给叶天。小天，这些魂能给咱打工不？叶天看了看捕虫网里的那些魂，满意的一挥手，发号施令：带走，都带走！得令。刘长远把鬼魂放进塑料桶，又继续追着那些魂魄跑。其他村民也用手里的农具帮忙，把魂魄驱赶到刘长远周围。不一会儿，刘长远就累得气喘吁吁，只好向叶天求助。宗主，抓不完，根本抓不完啊！叶天无奈的叹气，随手把吃剩的黄豆扔在地上。还得我出手啊！黄豆落在地上，很快就长成豌豆射手的模样，对着乱飞的魂魄酷酷吐着黄豆。被打中的魂魄惨叫着落在地上。行了，收起来吧。刘长远从张翠花那里拿过笤帚簸箕，开始扫地上的魂魄，收到桶里，一边打扫一边摇头。哎，这借鬼不行啊！喜欢乱丢垃圾，得回去好好培训一下了。幽冥宗宗主气的脸色铁青，又是一抖身后的招魂幡，狞笑着开口：叶天，你别得意，看看这是谁？宗主身后5道凝实的身影缓缓浮现，正是段水流、乔松城、林斌、张硕、韩威的魂魄。他们每个人都低着头，浑身萦绕着凝实的黑气。叶天大吃一惊：你连几大宗门弟子的魂都敢勾？
幽冥宗宗主得意的仰天大笑：“你懂什么？这是他们自愿孝敬我的。难怪这些门派连我们都打不过，原来都是些软骨头。”幽冥宗宗主继续得意的大笑：“而且本尊用幽冥霸体诀给他们淬炼魂体，他们的实力更胜从前，他们该谢谢本尊才是。”5道鬼魂阵型变换，断水流站在最前方，抬头，一双血眸逼视着叶天。叶天，看见了吗？这才是真正的力量。这一切全赖幽冥宗恩赐，才让我等超脱凡胎，以这不朽魂体重获新生。断水流张开双臂，浓郁的黑色鬼气在身后翻滚，另外4道魂体也发出附和般的尖笑。今日我定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断水流掐了个法诀，寒威4道魂魄就泛着浓郁黑气向下冲来，找当初在宗门大比上的老对手纠缠起来。老头，现在我就要报当初的一锤之仇。太爷爷掏了掏耳朵，掏出铁锤，对着韩威的头就是2下。大声点，我听不清。韩威被敲进了土里，只剩下一个头露在外面，刚想挣扎，就被和林斌对打的耿波一脚踩在头上。什么玩意儿？耿波试试踩在韩威头上，借力跳起来，对着林斌的头顶打去，用了2锄头才把林斌嵌进地里。既然死了，就好好入土吧。说完，耿波还回头问暴走张硕的顾灵：“是我变弱了吗？这次打倒他，怎么用了2下？”顾灵儿抬脚猛踹张硕下身，一边踹一边不悦的皱眉：“哼，这小子可比活着的时候硬多了。”叶天看了眼顾灵，共情的打了个哆嗦。这时，乔松城的鬼魂嘶吼着扑到他面前：“叶天，我就是为你才变成这样，我要杀了你！”叶天看都没看，随手抄起旁边的扫帚，一个全雷打。乔松城被打得粘墙上，刘长远摇着头上去，用刮刀把乔松城被拍扁的魂魄刮下来，卷成一个卷炕在肩膀上。这人不，这鬼也太狗了，正好带回去看大门。幽冥宗主看着韩威等人接连被虐，气得浑身发抖。哼，废物，都是废物。叶天连连点头迎合。对对对，你挺有自知之明的嘛。不许你侮辱宗主。断水流周身鬼气因暴怒而剧烈翻腾，他拔出鬼剑，剑尖上带着森然鬼气，直刺叶天眉心。叶天，你以为就到这里吗？叶天伸出小拇指，直接点在断水流的剑尖上，断水流倒飞出去，重重撞在柱子上，昏了过去。怎么可能？我明明……叶天对断水流竖了个小拇指，冷笑一声：“你以为就你会升级呀？”说完，叶天也不管断水流，对着脸色黑如锅底的幽冥宗宗主嘲笑：“你这也不行啊，要不投了吧？”幽冥宗主周身鬼气翻涌如墨，他抬头大笑：“叶天，本尊看该投的是你。”言毕，他双手结印，身后的招魂幡暴涨数倍后发生爆炸，炸裂为鸡舍的碎片纷飞。叶天赶紧挥手照出护盾，护住村民。我拿出这个，你该如何应对？爆炸带来的烟雾渐渐散去，幽冥宗宗主身后3道散发着黑气的鬼魂缓缓出现，正是青云宗徐华元、逍遥宗宗主和玄天宗宗主。叶天登时大惊失色：“你们怎么也？”徐华元率先抬起头，鄙夷地看着叶天：“你懂什么？这叫秽土转生。”玄天宗宗主也抬起头，对着叶天抚须微笑：“唉，以前是我误会幽冥宗了，幽冥宗的功法实在是太妙了。”逍遥宗宗主也一脸的陶醉：“对啊，修仙之路清苦寂寞，而幽冥宗的功法只需献祭区区魂魄，便能获得无上力，实在是太简单了。”叶天负手而立，嘴角扬起一抹讥诮的笑意，对着3人讽刺道：“嘿嘿，可不简单，嘎巴一死就行了。”听叶天说幽冥宗的不是，徐华元勃然大怒，抬起枯瘦的手指直指叶天：“无知小儿，敢贬低幽冥宗，哼，不知天高地厚。”玄天宗宗主摆摆手，和逍遥宗宗主一起，一副老好人似的劝叶天：“谢小友，你有所不知了，修仙最后无外乎远离亲友和在人间闯下的功绩，飞升仙界，失去一切不说，还要忍受无边寂寞。”对啊，幽冥宗就不同了，只要给宗主献祭魂魄，不仅可以提升实力，还能长生不死，长留人间。叶天不耐烦地打断：“说白了，你们就是舍不得人间的荣华富贵罢了。修仙应该断绝凡俗欲望，才能踏上无上大道。你们这样简直是给修仙界丢脸。”逍遥宗宗主和玄天宗宗主一愣，显然被说中了心思。玄天宗宗主还在辩解：“你还是太年轻啊，
以后你就知道炼魂的好处了。要不，你现在给宗主磕个头，再献上全村人的魂魄，我们给你引荐一下，让你和我们一样，如何？哼，和你们一样做幽冥宗的傀儡。叶天冷笑一声，也就你们3个蠢材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钱。叶天指了指坐在白骨王座上的幽冥宗宗主，你们把他当恩人，他把你们当沙包。如果我猜的没错，你们的实力都是靠那破番儿吧？如果我猜错的话，他们还有你们早就失了灵智，成了他的傀儡。叶天的手先指向林斌、段水流等人，又指向徐华元3人。话音刚落，被说中了的徐华元3人就都垂下手，像木偶一样面无表情地看向叶天。被我说中了吧？幽冥宗宗主勃然大怒，拍扑而起，身后的招魂幡放出腥臭的黑气。住嘴！还不给我灭了他！幽冥3鬼阵，招魂幡飞到3人头顶，3人身形骤动，化作3道残影，成品字形，将叶天围在中央，浑身黑气弥漫，几乎将叶天包围。顾灵儿担忧地看向叶天，叶天哥哥，小心呐！幽冥宗宗主闭目，掐了个法诀，睁开眼后，双眼都是赤红的血色。给我杀了他！徐华元3人身上也发出黑红色的光芒，3人拿出随身的本命武器，对准了叶天。这就开始了。叶天看了看3人，打了个哈欠，都死了还打打杀杀的，真可怜。说着，叶天慢悠悠地从太爷爷手里接过铁锤，对着徐华元招招手。不急，一个一个来。玄天宗宗主率先抱起，手中修罗伞展开，伞下万千怨魂凄厉尖笑着朝着叶天扑去。不要在屋里打伞，会长不高的。叶天大锤一抡，带着破空之声，直中玄天宗宗主天灵盖。80！砰的一声闷响，玄天宗宗主就和韩威他们一样，被砸入地面，只留个脑袋在外头，修罗伞飘飘忽忽落下，掉在他的头上。伴着一声嘶吼，逍遥宗宗主提剑冲向叶天，剑身上还漂浮着几张泛着黑气的大嘴。你知道你有口臭吗？叶天的锤子打在逍遥宗宗主头上，逍遥宗宗主也被打进了土里，只露一个头。叶天又看向徐华元，对着他勾了勾手。我们是走流程，还是你直接钻土里？徐华元怒喝一声，身后浮现出7根泛着绿色气泡的子孙钉。幽冥宗宗主冷冷的声音响起：叶天，这子孙钉上面可是淬了化尸水，要是不想尸骨无存，就赶紧求饶吧。叶天不屑的冷哼一声，把木锤随意往地上一砸，一股无形气浪如涟漪般荡开，所有子孙钉被震得掉在地上。徐华元见势不好，想要后退，叶天木锤已经敲在他头顶。走你！这样3位宗主加上韩威、林斌5个人正好围着叶天绕了一圈。叶天举着锤子看了一圈，对着顾灵儿招了招手：灵儿，来，哥哥教你打地鼠。顾灵儿走过来，从叶天手里接过锤子。叶天哥哥，是城里人常玩的那种游戏吗？叶天双手从后面环住顾灵儿，语气温柔：对，哥哥以后还会教你更多城里人才有的玩法。幽冥宗宗主气得周身血光暴涨，发出一声怒吼：够了！本座面前岂容尔等嬉戏？叶天被打断，懒洋洋地瞥了他一眼。哦，忘了你这个老东西了。叶天将锤子塞到顾灵儿手中，乖，自己玩。然后他就活动着手腕走向幽冥宗宗主。咱俩比划比划。幽冥宗宗主冷笑一声，站了起来，浮现出幽蓝色的符文阵法。真以为打败了这些人，你就很厉害了？幽冥宗宗主的身体骤然分化成5道凝如实质的幻影，每道幻影都裹挟着森然鬼气，呈天罗地网之势向叶天袭来。无知小辈，今日便让你见识何为真正的幽冥大道。移形幻影，5道幻影将叶天团团围住，每道身影都在结印施法，轮流袭向叶天。叶天，你若找不出本座真身，愿在这车轮战中被活活耗死吧。哟吼，5等分的宗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天双眸中金芒一闪，精准锁定了隐匿在阵眼处的真身。这还难不倒我？叶天身形如游龙般穿过4道虚影，走到其中1道虚影前，伸出手弹了那个身影一个脑瓜崩。混账！4道虚影散去，只留下幽冥宗宗主捂着脑袋坐在地上，额头上一个清晰的红印格外显眼。你怎么认出我的？幽冥宗宗主气得浑身发抖，他称霸一方，何曾受过如此奇耻大辱？他指着叶天，话都说不利索。因为就你有脚臭，我和你拼了！叶天不屑地摊摊手，宗主暴怒之下，身形暴涨，化作一尊3头6臂的幽冥法相，每只手臂都持着刀、枪、剑几等形状的法器。哇，哪吒！
六臂法相开始凝聚恐怖能量，手中的6件法器同时绽放出刺目的暗紫色光芒。6道轮回，寂灭众生。6件兵器裹挟着黑气袭向叶天，叶天随手挥开，罡气和兵器碰撞，发出一声脆响。咦，这好像是的。叶天打个响指，从乾坤袋里掏出一块硕大的吸铁石，所有金属法器嗖的一声被吸走，粘在吸铁石上。幽冥宗宗主发出一声惨叫：“我的法器！”叶天随手将吸满法器的吸铁石抛向远处观战的太爷爷。太爷爷可以卖破烂了。太爷爷接过看了看，一脸的嫌弃：“铁包吸的，卖不了几个钱。”幽冥宗宗主被气得疯癫，披头散发的狂吼，再无之前的威严。叶天欺人太甚，如此就同归于尽吧。话音刚落，他猛地咬破舌尖，一口蕴含着本命精元的心头血噗地喷在身后的白骨王座之上，以血为引，鲜血渗入森森白骨，那王座仿佛活了过来一般，开始剧烈颤抖，表面浮现出无数痛苦扭曲的血色面孔。整座幽冥大殿随之疯狂摇晃，穹顶之上巨大的石块开始簌簌落下。幽冥宗宗主脸上带着疯狂与决绝，双手死死按在震颤的白骨王座上，嘶声咆哮：“百魂借运！”伴着这声嘶吼，白骨王座震颤得愈发剧烈，背后出现一张血红色的大口，用力一吸，将牛三马四等幽冥宗部众的魂魄吸入口中。黑长发出一声尖叫，爬起来准备逃跑，但还是被大口吸走魂魄。黑长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吸收了魂魄的王座表面，无数痛苦扭曲的鬼面变成了骇人的血红色，腐臭的味道在大殿里弥漫。幽冥宗宗主脸上满是贪婪之色，他双手结印，大声嘶吼：“还不够！以魂献祭，幽冥洞开破！”他双手法印在变，那白骨王座的血色纹路骤然亮起，一道无形的波动以王座为中心，瞬间扩散至整个大殿。瞬间，刘长远、张翠花甚至还拿着锤子没反应过来发生什么的顾灵都来不及发出惨叫，就被吸出了魂魄。不，王座周身的白骨变得透明，周围萦绕的鬼魂也都如有实质。叶天看着周围倒地气息全无的村民，气得目眦欲裂。混账东西，你我对战，与他人何干？有本事冲我来！幽冥宗宗主狂笑着坐在白骨王座上，王座上流转的红光将他包围，他的双眼也迸发着红色的光芒。叶天，后悔了，怪只怪你不该得罪幽冥宗。白骨王座周身腾起红色的火焰，幽冥宗宗主身上也跳跃着火焰。看到了吗？这才是幽冥大道真正的力量。幽冥宗宗主一抬手，他坐下的王座无数骨刺狰狞凸起，每一根尖刺上还泛着寒光。这万魂白骨座本是我为你爷爷叶玄准备的，想不到今日先用在你这小辈身上。话音刚落，一道粗长的骨刺向着叶天而去。叶天捡起手里的锤子，对着骨刺砸下，却没有撼动骨刺分毫。巨大的冲击力带着叶天倒飞出去，叶天喷出一口鲜血。结！叶天，现在你跪下求饶，自废修为，然后自刎于此。本座或许可以考虑放过你这些乡亲那尚未被完全炼化的魂魄。叶天死死盯着幽冥宗宗主，愤怒几乎让他把牙齿咬碎。老匹夫，收起你这套虚伪的把戏！你的鬼话我一个字都不信。幽冥宗宗主被彻底激怒，王座上的骨刺腾空而起，尖端直指着叶天，蓄势待发。冥顽不灵，那就和他们一起成为我这万魂座的一部分吧。叶天绝望地闭上了眼睛。难道就只能到此为止了吗？这时候，殿外传来一个戏谑的声音：“一个礼拜不见，我宝贝孙子怎么让人揍得这么惨了？”话音未落，一道粗壮的水柱就从殿外激射而来，将骨刺击落在地。幽冥宗宗主大惊失色，向着外面看去。这是一个穿着肚兜的小屁孩，就扛着巨大高压水枪，挺着小肚子走了进来。爷爷！幽冥宗宗主一脸的疑惑：“你是叶玄？”叶玄对着叶天挑了挑眉：“臭小子，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起来活动活动筋骨！爷爷我大老远回来，可不是专程来看你挨打的，拿着！”叶玄把手里的高压水枪丢给叶天，叶天一脸疑惑：“爷爷，这是？”叶玄得意的大笑：“这叫高科技修仙，你那些传统农具也该升级了。”说着，叶玄又掏出一个割草机，按了开关，割草机发出嗡嗡嗡的响声。叶玄对着幽冥宗宗主摆了个 pose：“ 小子，上次让你尿遁了，这次让你好好尝尝爷爷我的厉害。孙子，上！”叶天开启高压水枪，对准白骨王座。白骨王座被高压水枪喷射出的水柱冲散，白骨四下飞溅。幽冥宗宗主发出一声惨叫：“
你竟敢毁我万魂座根基！就是现在！叶璇甩出手里的割草机，割草机旋转着向幽冥宗宗主。幽冥宗挥动万魂幡抵抗，鬼魂的虚影在幽冥宗宗主周围围绕。万魂护体，割草机轻而易举地破开宗主的防御，宗主躲闪不及，被割草机在肚子上划开一个豁口。叶天趁机也拿高压水枪对准宗主，宗主被打得连连后退，几乎禁锢在破烂的王座上，动弹不得。太多了，停下！最终，白骨王座不堪重负的轰然爆碎，无数被禁锢的魂魄如同潮水般涌出，找到各自的身体回归。太平村和幽冥宗部众悠悠转醒，茫然地看着四周。幽冥宗宗主坐在地上，面如土色。完了，全完了！一顶带着警灯的云停在幽冥宗山门外，几个天兵天将把捆成粽子的幽冥宗宗主带走。叶璇看向叶天，爷爷准备回去了，怎么样，小子，要不要和爷爷一起飞升？叶天回头看着颓然的幽冥宗部众和用崇拜眼神看着他的村民，面露迟疑。3月后，太平村村口立着太平奇幻乐园的招牌，门口售票处排起长龙，还是小屁孩打扮的叶璇嗑着瓜子卖门票。51位学生半价，一个一个来排队，这比在仙界打架有意思多了。牛三马四，黑长白长继续 cast 着地府人物，用手里的法器带着灵力特效和游客互动。白长一脸无奈地拿着哭丧棒和游客合照，打扮成阎王的太爷爷一出来就被游客包围。阎王保佑我长命百岁呀！好说好说，灯油钱5块。游客二掏出100元大钞塞到太爷爷手里。阎王保佑我发大财！老子是阎王，不是财神。求财的出门左转土地庙。鬼屋内，顾灵儿掐着腰，对着面前一排奇形怪状的鬼魂员工训话。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吓人要讲究基本法。顾灵儿一个一个指着众鬼。镜鬼，你下次从镜子里冒出来之前，能不能先敲敲镜子，给点心理准备？顾灵儿又指向吊死鬼。还有你，吊死鬼，舌头收一收，太丑了，要注意顾客体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笑得开心，吓得放心，下次还来。物流中心门口，乔松城的魂带着狗铃铛蹲在门口，幽灵快递隔夜必达的条幅迎风招展。成群结队的鬼魂搬着快递箱子进进出出，刘长远拿着计数器统计着来往的鬼魂，肩膀上夹着电话说话。喂，东海龙王吗？3箱珍珠送到迪拜。好说好说，嫦娥仙子，你好，你网购的内衣什么时候到？马上，明天就可能到。好。徐华元的魂没拿稳手里的包裹，摔了一跤。刘长远指着他大骂：注意点，里面是卯日星君的鸡蛋。叶璇躺在摇椅里，望着远处嬉闹的村民。顾灵儿把切好的西瓜放在他一边的桌上。其实玄天宗宗主说的没错，飞升仙界，远离亲友，确实是无边寂寞。叶天抬头和顾灵儿深情对视，还不如留在这人间，和在乎的人千万年。